我叫林峰，是天行宗清霄峰唯一的弟子，拥有修真界第一的，却因被小师妹兰灵儿污蔑，结果遭师尊师姐合力诛杀，还被取了灵果。哼，林峰，你深夜闯入小师妹房间，妄图轻薄于她，致使小师妹落下病根，直到现在，你都不知错。我这是穿越了，原主重生，灵魂却变成了穿越后的我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是大契约男主，但我有掠夺纪元系统在，这里的主角只能是我。哪怕我们都是穿越者，但你没有系统，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当我的垫脚石。你还想说自己是被诬陷的吗？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清白来诬陷别人？我认罪，是我对不起小师妹。根据记忆，前世被困在深渊闭牢3年之久，根基被毁，修炼速度远不如前。这时候还要脸干什么？先想办法逃出去再说。随我去见师尊，我会如实禀报。像你这种人渣，不配留在清霄峰，更不配留在天行宗。师尊，林峰已对罪行供认不讳，弟子已把他带来，等候发落。欺辱同门，乃我清霄峰大忌。尊即刻就清理师门，灭了你这孽障。师尊三思，弟子在武师弟的衣物上发现合欢散的成分，发现武师弟生性本分，这其中或许有误会。大师姐江如月和我关系最好，结果被小师妹离间后，也是下手对我最狠的那个。为这个孽障求情，视为同罪。师尊，大师姐说的对，我相信武师兄不是这样的人，况且他没伤到我，您就饶了他一命吧。灵儿，他险些污了你的清白，你为何还要替他说话？师尊，我已经原谅武师兄了，他毕竟是灵儿的师兄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那日要师兄来指导心法，师兄也不知自己中了合欢散，所以才……既然灵儿为你求情，那就姑且留你一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本尊废了你的修为，滚回洞府，好好反省。清霄真人，你还真是兰灵儿的一条好狗啊！她动动嘴皮，你就不惜对自己的儿徒下死手。先回去养伤，等实力足够，我定要报此血仇。他可是有着天灵根的气运之子，可不能就这么死了。等他心灰意冷，众叛亲离之时，才会成为我最绝佳的养料。灵机被废大半，实力大跌，现在居然连基本的运气都做不到了吗？大道无情系统已成功激活，宿主可通过斩断过往牵绊的方式获取修为、灵宝等各种奖励，斩断的程度越强，获得的奖励将会越丰厚。宿主已斩断部分与天霄真人的牵绊，获得奖励3阶上品丹药护灵丹1枚。斩断前世牵绊就能变强吗？我跟这群人能有什么牵绊可言？全都斩了便是。林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自己堕入魔道，还诬陷小师妹用邪术，你就不配做我们的师弟。安心去吧，我的好师兄。你的气运我会好好利用的。唉，林峰，要怪就怪你的气运太强，系统必须要等你死后才能完全吸取你的气运，害得我还得给你下合欢散，演这么一出戏。只要我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谁还会在乎你这个小师弟？我才是这里的大女主，这里的主角是我。这就是太上无情道了。实力虽然跌到筑基初期，但有了太上无情道加持，体内灵气反而比之前夯实了许多。六师弟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快出来。有事？三师姐莫问情，平时没少找我见不是，每次都是有借无还。她这次来，肯定又是手里积蓄。现在全峰上下，也就只有我才愿意来看你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要买1块乌玄石，就差300下品灵石了。师弟，拿来吧。区区300灵石，
当然没问题，但在这之前，你得先把之前向我借的3200块下品灵石还给我。我要有那么多灵石，还会来找你借？林峰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平日里师姐是怎么对你的？现在就问你要300灵石都不给？哼！真以为我拿这个破镜子没办法？林峰，我告诉你，过几日便是灵儿师妹的生日了，这钱是给她买礼物用的。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帮你给师妹赔不是。今天这钱你是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为兰灵儿买生日礼物讨好的，是为了我好。三师姐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不然呢？你这么对不起灵儿师妹，我讨好她，不都是为了你？要不是因为我是你三师姐，不会这么做。我处处想着你，你却这么对我。我只问你，你借不借？好极了！林峰，等师尊再对你发脾气时，你再也别为你多说一句话。给我等着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恭喜宿主斩断与莫问情的部分牵绊，获得奖励培元丹1，下品灵石1000枚。能令筑基期连进2层的4品丹药培元丹，系统出手倒是阔绰啊！这东西放出来，少说得值几百万灵石吧。不过培元丹所消耗灵气颇多，1000下品灵石恐怕未必够，得想办法再弄点灵石才行。这不是秦霄峰的色魔灵峰吗？他怎么还有脸下山呢？对自家师妹都能下手，禽兽不如！青霄真人怎么还留着他？这种家伙还能当亲传弟子呢？资质好点怎么了？品行如此败坏，有辱我们天行宗之名。难怪我前世扛不住这些压力，宁死也不认输。在天行宗这种名门大宗，色魔的名声一旦被扣上，只怕比死还难受啊！算了，别管他们。这次我下山本就是为了领取宗门每月俸禄，拿了灵石，赶紧回去修炼吧。哟，这不是青霄峰大名鼎鼎的色魔吗？事儿没办成就被发现，还被打个半死，在色魔里也是最废物的那一类吧？怎么来功德堂领俸禄？你怎么还有脸来？让开！蓝师姐这么好的人，你都敢起歹心？今天我们就是要帮蓝师姐讨个说法。宗内以武为尊，别看我们只是内门弟子，但你现在灵机被废，可未必是我们的对手。给他点教训！宗规第3条，严禁同门私斗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云师姐，你听我们解释，我们只是想切磋，不是私斗。云青兰，天行宗宗主首徒，在宗门声望极高。在我死后，云师姐曾照看我，感情很是要好。可以说，整个宗门中，也就只有云青兰对我算是真心了。小风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看你这样子，估计一言难尽。你先去领取俸禄，领完之后我们再慢慢说。青霄峰弟子林峰，领本月俸禄。林师兄，你的俸禄已经被人领了。林师弟这几日一直在青霄峰，未曾下山，是谁领的俸禄？啊，云师姐，这事说来话长，领俸禄的是莫问情领的吧？胡闹！除非有宗主手谕，否则任何人严禁带领俸禄。你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云师姐，整个宗门谁不知道青霄峰弟子之间关系极好？我们也没想到。啊，对了，莫师姐刚领了俸禄没一会儿，就往多宝阁去了。这不是理由。云师姐，别难为这位师弟了。既然知道是谁拿的，那就去要回来便是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青霄峰里还有没有公平。莫问情，哪个不长眼的直呼我的名讳？云师姐，不知云师姐群师妹有什么事？糟了，林峰怎么也跟过来了？你做了什么？需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吗？师姐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和六师弟好好聊聊就好了。林峰，你现在带着云师姐过来，是存心找我难堪吗？现在马上回去，有什么事等回了青霄峰再说。要么把灵石还给我，要么我就帮你昭告四方，看看你这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什么阿子。林峰
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？难道是云青兰教的？好好的宗风不待，管我们清霄峰的事情干什么？灵石我已经用出去了，而且我是为了帮你给小师妹赔罪。这灵石你花的也不冤，反正我现在身上没灵石，要么你就把师姐这条命拿走算了。灵石没了不要紧啊，三师姐手里的宝贝可不算少吧？用他们抵也没问题。莫问情虽然人蠢，但运气极佳，经常撞到不少拥有大气运的宝贝。这些宝贝几乎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至宝，只可惜他根本不清楚宝贝的价值，只是纯粹为了收藏，结果都便宜给了蓝灵儿。你休想！三师姐，你确定？算了，跟我上楼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你的俸禄一共才1000下品灵石，最多只能选1件。林峰，你给我等着！等回了清霄峰，我一定要告诉师尊你是怎么欺辱师姐的。千年凤凰羽，上品血玲珑，八宝罗盘，这么多宝贝，难怪莫问情被别人称作多宝仙子。师姐欠我的可不止这1件灵石，你这些东西对修炼都没什么帮助，对我而言还不如灵石值钱。你想干什么？桌子上这5件都给我，你我一笔勾销。不可能！你知道这些宝贝是我花了多少功夫弄来的吗？那看来就是没得谈了，我1件也不要。你今天想办法把所有欠我的灵石都还给我。你好，这些都给你，我们一刀两断。林峰，我永远也不会理你了。云师姐，就送到这儿吧。现在的我还被称为色魔，让别人看到只会影响师姐的名声。怕什么？我倒要看看谁敢胡乱嚼舌根。大不了禀明师尊，让师尊帮我主持公道。有个护短的宗主师尊，还真是为所欲为啊！师尊这次紧急召我前来，是因修仙界中冒出一段秘宝的消息，传闻在荒云山脉中出现了一只上古神兽的踪迹，其他宗的弟子和各路散修奔踏而至，想夺此机缘。这对宗门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修炼机会，派去的都是宗门弟子中的精锐。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要是清霄峰这些家伙还欺负你，你就去宗峰找你王师兄。荒云山脉，根据记忆，云师姐就是在这次行动遭受得性被尸体围找的。前世我因实力不足，无法参与荒云山脉之行，但蓝灵儿却死皮赖脸得到了这个名额。回来之后实力大增，说不定云师姐失手失踪和妖兽发狂这2件事儿都和蓝灵儿有关。而且荒云山脉资源众多，是提升的好机会。这趟荒云山脉我得快点去。怎么，担心你王师兄不会帮你？放心吧，王兰是我宗峰师弟，平日里最听我的。你去找他，他若是敢袖手旁观，我回来饶不了他。云师姐，我是在想，这次荒云山脉之行，我能不能参加？不行，荒云山脉危机重重，毒草丛生，妖兽横行。这次前行的弟子名额已经定下，最低也得是筑基巅峰实力。你若去，只会徒增危险。云师姐，我被师尊一击险些击碎道体，借机更换了天法，现在急需历练提升的机会。荒云山脉是最绝佳的历练之所。清霄真人未免也太过分了，事情真相都没查清，居然对你下这么重的手。放心，这事包在师姐身上了。清霄令，清霄真人这时集结弟子做什么？来得这么慢，难不成你现在连师尊的话都不听了？三师妹，你少说2句。我哪里说错了？这小子现在主意多，不把咱们这些师姐放在眼里就算了。清霄令发出这么久，他竟然敢迟到，他眼里还有师尊吗？这次召集你们前来，是因宗门即将举行荒云山脉试炼仪式。我清霄峰乃宗门第2大峰，理应出力。沈之雪、杨如韵，你2人实力足够，需协助你们云师姐担任副指挥。这次是个不错的历练机会，你们此行便带着灵儿一起去吧，一定要保护好她。至于林峰，在风中好好反省，心性磨好之前，别想着下山了。怎么，觉得这次历练机会本应该是你的，现在师尊不让你去，开始耍脾气了？他欠小师妹的太多了，一次历练机会算什么？况且
他现在修为被废，去了也只是拖我们后腿罢了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师尊这次也的确有些过分，何必单独喊六师弟前来？大师姐，你还是没懂师尊的意思啊！他就是要当众让六师弟断了这个念想，通过这件事敲打六师弟，让他知道犯了错就得付出代价。师尊也是用心良苦，也好好磨一磨某人的心性。林师兄，这次历练之行本应是你前去，你不会怪我抢了你的历练之位吧？我也劝过师尊的，可他老人家主意已定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次要不是我苦苦相求，历练的机会也轮不到我头上。林峰啊，林峰，系统说这次历练是你的大气运，我可就笑纳了。你是气运之子，但不好意思，我有掠夺机缘系统，这里的主角是我。哼，小师妹，你道什么歉啊？林峰这都是咎由自取，跟你有何干系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今日4师妹和5师妹就回来了，咱们得为他们接风洗尘。林峰，等会儿见了他们，你要还是这么丧着脸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4师姐、5师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灵儿想死你们了。4师姐阮晴，顶级单修天才，前世为了给小师妹报仇，被我吃下断魂失心散，挑断多处经脉泡在药水中，生不如死。5师姐谢其月，顶级气修天才，独来独往，为了精进武艺，一直难以失气，每次都把我打到只剩一口气才送去医治。这清霄峰中还真是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啊！林峰，我和你4师姐回来，你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？想不到你居然会对小师妹做出那种事，你真是让我感到恶心。哼，才说你2句便不服气了。以往林峰看到我都会害怕的求饶，现在居然敢这样看我，简直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哼，必须要给他点教训啊！5师姐，事情都过去了，而且师兄已经知错，就让事情就这样过去吧。我没事的。哼！该死的秀美牙齿，我还没服下美容丹，实力这比例实在太悬殊，仅仅是一点微压，我竟然连动都动不了。小师妹，师姐们都在这儿，会为你主持公道的，你不用害怕他会报复。这个人渣就该给他点教训尝尝，他才能知错。这是在挑衅我吗？你就该被我踩在脚下，当你的沙包才对。凭什么敢用这种反抗的眼神看我？跪下，向小师妹道歉！我让你跪下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连师姐的话都不听了是吧？5师妹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师姐，我支持5师妹。林峰现在越发目中无人，也该吃点教训了。就是，平日里林峰最怕小五，现在还敢反抗，分明是不愿认错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看我？齐月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想杀了6师弟吗？你给他点教训就行了，下这么重的手干什么？6师弟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他就该乖乖听话，凭什么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不对，不对，他应该躲开的。我没想要伤他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。他为什么不躲？他一定是故意的。林峰，你故意要我难看。清霄峰这群人真是虚伪过头了。检测到宿主与5师姐谢其月关系发生巨大断裂，系统已发放奖励，恭喜宿主获得吞噬术。灵阶上品法器，这种宝贝要放出来，恐怕元婴老魔都会出山疯抢吧。这次算是因祸得福，系统发了点真正有用的宝贝。有了这种术法，提升修为就有了极快的捷径。小风，你终于醒了。齐月这次太过分了，差点毁了你的道基。你2人实力相差悬殊，你的修为又刚被师傅给……你的实力
险些跌回炼气。放心，师尊护住你的心脉，还为你注入了真气，你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行了，秦月已经被师尊罚去天雷禁地关押5年，别得了便宜就卖乖，在这装什么装？你伤害小师妹时，可不像现在这么弱不禁风。天雷禁地，细修锻炼不都需要去那里磨练一番吗？把这当做惩罚，师尊还真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啊！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们都出去，让小风好好休息吧。我们也快些回去做准备，明日可就要出发去天云山脉了。明天就要出发去荒云山脉了，这么快，我居然昏迷了足足10天，得快些将固元丹服下，恢复修为。沈师姐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师姐，林师弟没和你们一起来吗？他不是也要参加这次大会吗？师尊让他在风中反省，来不了了。你一个宗风弟子，这么关心他干什么？不对呀，大师姐求了师尊好久，师尊才答应让林峰用宗风的名额参加，他不可能不来吧？什么？林峰凭什么能参加？王师兄，你没搞错吧？师尊不同意的。林师兄他怎么能参加这次荒云山脉之行呢？南师妹，听你这意思，好像很不希望林师弟参加荒云山脉之行啊！你一个炼气都能去，林师弟好歹也是筑基期，怎么不能去？难怪大师姐说青霄峰上除了林师弟没一个好东西，明明是同门，居然内斗成这样啊！这么大的事，小峰怎么都没跟我们说？难怪师尊说让小峰反省的时候，他一声不吭，原来早就傍上风宗的大腿了。沈师姐，林师弟真的和你是同门吗？他能参加历练不是好事吗？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这么不高兴啊？难道他就活该接受你们的掌控，连这种历练的机会都不配有吗？我们青霄峰的事，轮不到你们宗风的人指指点点，少在这胡言乱语。无论师从何峰，不都是天行宗弟子吗？听你这意思，是要对同门师弟动手？林师姐，林师弟，你师姐师妹也太不要脸了。放心，师兄罩你，已经帮你狠狠地骂过他们了。你什么你？敢做不敢当啊！要不要我当着全宗弟子的面重复你们刚刚的话？自家师妹受了委屈，把师弟往死里整；师弟受委屈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还不盼着人家好。哼，要我说呀，林师弟还不如入我宗风，起码比在你们青霄峰受这种鸟气强。若不是看在青霄真人面子，还有宗规原件，无故更改师门，否则我肯定不会让林师弟再待在你们青霄峰。前些日子你们五师妹对林师弟动手，差点让林师弟境界跌到炼气，你们怎么不仗义出头了？还在外自诩你们青霄峰关系多么融洽，不想恶心。小兰、小风，我们走。哼，这个云清兰还有王兰，简直是该死，坏我好事。哼，我早晚找到机会让你们此行有去无回。大师姐，你看看，林峰早就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了，我们对他关心有加，你看看他干了什么？他早就傍上宗凤大腿，哪里还在乎我们这些师姐？肯定是他给云师姐说了什么，不然云师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林峰就是背叛，他已经背叛了师门。此次荒山云脉之行极为凶险，还请诸位同门切记，我们此行是为了历练，顺道确认奇珍异兽的行踪。若遇到危险，第一时间要保证自身安全。哪怕此行没有收获，我们天行宗弟子也一个都不能少。尽可能别和其他修士起冲突，若发生突发情况，我定会以自身性命保障天行宗每一位弟子的安危。大师姐又在说场面话了，要我说呀，还不如早点出发，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不，大师姐她说的不是废话。按照前世记忆，大师姐就是为了保护天行，在这场可连尸首都不少。她真的用生命保护了每一位同门。我在你们身上都种下了天行符，一旦发生危险，便调动天行符的力量，呼唤同门。注意事项便是这些，我不再废话，我们出发。
师尊，您怎么来了？孽障！本座何时允许你下山了？还不给我滚回青霄峰！青霄真人，此事是我自作主张，还望真人莫要怪罪灵师弟。灵师弟天资卓越，此次荒云山脉之行，乃是绝佳的历练之机，还望真人成全。青霄峰之事，何时轮到外人插手？还不跪下！何作之有？好的很啊！你既忤逆本尊，那就莫要怪本尊亲自清理门户了。哼！青霄，何苦如此为难一个小辈？此事是我默许，所有问题来寻本宗主便是。你是铁了心要插手我青霄峰之事？待他回来，你想如何处置，本宗主都管不着。那你在这里出手，是打算把这里所有宗门弟子都杀了吗？难怪青霄峰弟子个个都这副德行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。师姐，小点声。罢了，索性师尊出手，小峰并未伤及性命。诸位同门，你们先行离开，我与你们王师兄随后就到。诸位，进入荒山余脉后，我们按照每个峰为划分，分散探索。切记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天行符的感知范围，7日后在此处集合。明白。大师姐，别看了，人家可是有人保护呢，还用得着我们？赶紧走吧。林师弟，我和大师姐一个金丹初期，一个金丹中期，保护你轻而易举。你就跟在我们身后，保准你安全的很。多谢王师兄好意，但此行主要是为了历练，我想一个人历练一段时间。想快速提升实力，就必须要用吞噬术，但这种术法绝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展露，否则必然会被当成邪修。林师弟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你现在才筑基初期实力，遇到2阶妖兽都会丧命的。我知道你想变强，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觉得小峰说的对，这次来荒云山脉主要的目的就是历练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跟在小峰身边。反正有天行符在，遇到危险，只要启用天行符，同门便会来驰援，不会有事的。多谢云师姐。吞噬术不愧是人界圣地术法，仅仅吞噬了5只1阶妖兽及风暴，就能让我提升一个小境界。照这样下去，这一趟下来，说不定能提升到筑基巅峰。是他。你不是说这里是洞天福地，有好多宗门都派弟子来吗？那怎么咱们忙活了3天，就杀了1只2级妖兽啊？你让老子喝西北风啊！这不是还没到深处吗？再等等，或者咱们要是遇到落单的宗门弟子，在这儿杀了他们都没人知道，他们身上那可都是宝贝啊！哎呀，两位好哥哥，人家误入此地迷路了，你们知道怎么出去吗？好一个美人儿！你放心，跟着哥哥，我们肯定会带着你出去的。哎，这可是秘境，普通人怎会误入？小心有诈！老子能不懂吗？他看起来不过筑基初期实力，能敌过你我2人，把他带出去做炉鼎，岂不美哉？两位好哥哥，你们说的话人家都听到了，都是散修，没必要弯弯绕绕的。不妨就在此地双修如何？大哥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不能答应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能和我抢道路？哎呀！摄魂谷，你是古修，你不是筑基初期，你是筑基后期。眼光不错，但实力和运气都太差了。散修的精魄杂质太多了，什么时候能遇到宗门弟子，让我好好的开开荤呢？地火符，
道友用这种宝贝偷袭，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？能杀了苗谷圣女慕容月，用再多地火符也不奢侈。这人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号的？看他实力不如我，但看穿着是天行宗亲传弟子，而且随手就能拿出地火符，不能贸然动手。看你这一身衣服，原来是天行宗的道友啊！人家只是一介散修，不敢惹怒七大宗门的弟子，这二人身上的灵石都归你了，放奴家一条生路怎么样？想不到刚进荒云山脉3日，就遇到了慕容月，兰灵儿罪大附有，用一手蛊毒术废了我一身修为，追杀了我近100年。幸亏有云师姐给我防身用的地火符，不然我还真拿她没办法。哼，所幸这家伙周围没有同门气息，我想走，他一个筑基中期也拦不住。道友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杀的这2个修士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散修，与道友无关吧？既然道友的同门不在附近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想不到他如此谨慎，明知我只是一人在此，竟然都不袭击。一旦他动手，天行符触发，云师姐和王师兄他们前来，肯定能直接诛杀慕容月。倒是可惜，我入山脉这3日，虽说吸收了不少灵兽，再加上固元丹提升的实力，现在也才堪堪筑基中期而已。他要想动手，我还真未必打得过。幸亏有地火符做掩护，才能将定位符悄无声息安置在他身上。看样子他是往荒云山脉中层去了。这个慕容月天赋极高，手段残忍，他与兰灵儿就是在这荒云山脉中结识，在他们相遇之前将其击杀，是唯一的机会。秘境结界，这是秘境结界！好，想不到此行竟有意外收获。这种隐藏的秘境中，必然存有重宝。哎，云师弟，你这7日都干了什么呀？实力居然达到了筑基巅峰，这妖灭邪鸟可是2阶巅峰妖兽，被你一击就灭杀了。我听师尊说过，道基击碎重修后，修士有可能破而后立，将体内灵气进行多次提炼，从而实力发生质的飞跃。小风本就天赋极高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好了，7日已到，我们去和其他同门会合吧。3位道友可是天行宗弟子？道友何不先报上名号？我3人是来自丹灵宗的弟子，怕被认出来，所以并未穿着宗门服饰。见到盟友宗门道友，一时情绪激动，忘了自报家门，还望师姐莫怪。原来是丹灵宗的师妹，不必如此多礼。我是云青兰，这2位是我的师弟林峰、王兰。丹灵宗是修真界最大的丹道宗门，也是7大宗之一。由于都是丹道弟子，所以武力欠缺，和其他6大宗门都交好，为盟友宗门。这个叫陈安安的实力才筑基初期，应当是丹门核心弟子。在他身后的2名筑基巅峰，应当是他的护道弟子。云师姐，你就是天行宗宗主首徒云师姐。想不到竟在此处遇到了云师姐，真是3生有幸。不必如此，你们突然寻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看师姐的方向，应该是要往东处走。我是来提醒师姐，还是快些更改方向为好，而且最好尽快召集同门离开荒云山脉。哎，我们原本定下的集合地点就在东侧呀。这声音还有这威压，至少是4阶以上的妖兽。我们3人就是从东侧逃亡而来的，那里出现了一只5阶妖兽。你说什么？5阶妖兽？开什么玩笑！5阶妖兽实力堪比金丹巅峰修士，荒云山脉各处都有结界，这种妖兽起码也得在中层栖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先别管这么多了，联系同门离开此处。诸位同门，我是云青兰，原集合地点方向出现5阶妖兽，现在即刻调准方向，在山脉西侧汇合。原来害死云师姐的5阶妖兽是突然出现在了荒云山脉初层，难怪连云师姐都对付不了，在此深渊。陈师妹，你们实力不够，先跟着我们离开荒云山脉。5阶妖兽的实力堪比金丹巅峰，我们天行宗的弟子大多都是金丹初期与筑基巅峰，绝不能和他正面交锋。人数够了，所幸一个都没少。现在立刻往西侧走，先离开此处。是个疯子还是？他已经发狂了，他速度奇快，我们逃不走。诸位同门听令，结阵！
天行九阁阵是我天行宗护山大阵的小型版，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罡风四海兽的袭击。难怪会有那么一大段焦土，原来是这家伙。他早就出现在前层了，只是为什么他突然发狂，朝着我们袭来？果然啊，这头妖兽是他弄过来的。兰灵儿有手段，能吸取他人气运，手段估计和我的吞噬术类似。他是想害了所有弟子，把他们的气运修为全都掠夺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你们快说我预防。别硬撑了，天行九阁阵已经坚持不住，趁着畜生喘息，撤阵离开。大师姐，你要干什么？快跟我们一起走啊！别废话，快走！罡风四海兽明显在跟着我们，要是没人拦着，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你们先走，我留在这儿能拦住他。大师姐，你这是送死，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。没错，大师姐，我们还能坚持，是我们留在这里帮你，我们不能白白看你送死啊！胡闹！多留一个人就多死一个人，你们还不快走！荒明山脉的妖兽无法离开此处，只要出去就能活命。大师姐，大师姐，江如玉，你是副领队。现在我以天行宗大师姐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带着所有弟子离开。天行宗众弟子听令，即刻离开。我不留在这儿，大家都得死，别让云师姐白白牺牲。而且云师姐这是要拼命了，我们在这儿只会让她束手束脚。走！想不到天行宗弟子竟如此仁义。陈师姐，别愣着了，快走啊！我们留在这里，只能白白送死。我不能离开，其他人帮不上云师姐，我身为丹修，能帮得上忙。我手中还有丹药，只要你们跟我一同维持住云师姐体内的灵气流转，守住天行九阁大阵，这头畜生受伤了，等他接近力竭之时，我们才能活命。陈师姐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我们和天行宗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要豁出性命帮他？留在这儿只会是死路一条。你不走，我们走。是啊，无亲无故，可人家云师姐甘愿用性命送我们离开，你们却如此贪生怕死。明知云师姐或许能活下去，却都不愿尝试。我能做到，怎么可能走？云师姐，坚持住！你不要命了？虽说你是丹道修士，但不过才筑基初期实力，被这罡风擦身而过都会必死无疑。我带的丹药足够多，只要我们耗尽这头畜生的力量，就能挺过去。倒是林师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小风，你怎么还不走？趁现在这头畜生没法突破，快走啊！陈师姐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罡风四海兽可吸收周围灵气至真空，用来补充体力。耗死它，根本要么逃走，要么就只能杀了他。杀了他？你不过也是筑基中期实力，开什么玩笑？陈安安，你我虽初次相遇，但你愿以命相助，这份情是我云青兰欠你的。只是，若想还你，恐怕我做不到了。请你带着我的师弟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离开后，去天行宗，我师尊定会替我还你这份恩情。这是丹报，云师姐，不可，或许还有机会，我们不能放弃。萧峰说的对，这头畜生正在汲取周围灵力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。唯有丹报才能拖住他，你们才有机会出去。不，师姐，师
师姐她单爆了！不，我们简直无能，为什么帮不了大师姐？为什么要大师姐用命护住我们？走，先离开这里。单爆是金丹修士的最后手段，云师姐用命给我们拖延住了时间，你是想让云师姐白白牺牲吗？小风呢？小风在哪儿？他怎么没跟过来？我喊他了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跟来，留在了原地，可能早就已经丧命了。你为什么不强行带他走？他虽然历练到了筑基中期，但留在那儿不是白白送死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既然想跟着他的好大师姐一起死，我何必多管闲事？小风他早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风了，他压根就没把我们当成家人，他不属于青霄峰，他不再是我们的六师弟了。我要给大师姐报仇，回去杀了那个畜生。没错，大师姐单爆后，这畜生定然受了重伤，不能放过他。走，去杀了那头畜生，给大师姐报仇！你们疯了吗？云师姐这么做就是为了保住我们性命，现在回去除了添乱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青霄峰的弟子自私自利？若不能为大师姐报仇，就算是回到了天行宗，我也不会原谅自己。让开！你说什么？谁是我们青霄峰的弟子自私自利的？想想你刚刚说的话，连自己的师弟都不在乎，我哪里说错了？你胡说！切，这群蠢材要去送死，有什么好拦的？死多点多好啊，最好都死了，这样我收获的就会更多。林青兰，虽然妖兽追来是我用的手段，但他的出现使你命有一劫呀，这可怪不得我。不赶紧走，在这吵什么？大师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云师姐，真的是云师姐，这太好了，云师姐没死，大师姐还活着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还活着？刚刚不都已经出现单爆声了吗？大师姐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好了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天行宗的宗门情谊真让人羡慕，不像丹灵宗神君未起，我的护道弟子现在都已经跑没影了。小风，你没事吧？身上虽有些伤痕，但都是皮外伤，还好。不劳江师姐挂念。江师姐，小风叫我江师姐，难道止血说的没错？小风他真的变了。以前的他要是遇到这么危险的事，早就和王来一样躲到我身后哭哭啼啼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检测到大师姐江如韵心理波动，牵绊大幅割裂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森罗万象法。森罗万法相竟然是幻术，有点意思。大师姐，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我明明听到爆炸声，我还以为是你动用了单爆。你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？那只畜生去哪了？那只畜生已经死了，四分五裂，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大师姐，你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功法？还是说这位丹灵宗的同门有不传秘法？罡风四海兽可是金丹巅峰实力呀！一时半会说不清楚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罡风四海兽是小风杀的。小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手上的法器是什么？罡风四海兽怎么会如此惧怕它？虽然不知道这罗盘是什么，但显然会消耗使用者大量的灵力。小风不过筑基中期，灵力肯定不够用，可我现在根本动弹不得，体内灵力也早已挥霍一空。我还是低估了8把罗盘要消耗的灵力，所幸陈安安没走，有丹修秘法的辅助，勉强的做到，还差一点，法阵就完成了。这老头上套。8把罗盘7阶法器，虽然我手上的这个是残品，但对付区区5阶妖兽绰绰有余。这种宝贝在莫稳晴手中放了几十年，只当做装饰物，不知它的用法。前世兰灵儿认出了这件法宝。在莫问晴手中讨要后，卖了天价。虽说用一次就坏掉了，但作为保命利器，足够了。多谢陈师姐出手相助。若不是你，我早就死在此处了。真没想到你手中居然有如此法宝，而且你现在……等等，林师弟，你怎么达到筑基巅峰了？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就不告诉你们了，但可以告诉你们。小风临时感悟，突破了筑基巅峰，用了些手段拿下了那畜生。林师弟，你太行了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亲师弟。以后要是有人找你不痛快，你只管告诉师兄，
师兄就是拼了命帮你主持公道。王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的意思还不明显吗？你们青霄峰是怎么对林师弟的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不分青红皂白，捕风捉影就罚林师弟，还把林师弟的名声搞得一塌糊涂。你们身为师姐，又为他做过什么？等回到宗门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为林师弟证明。是啊，我们身为小峰的师姐，为他做过什么？他虽已经承认，但那合欢伞分明是证据，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开脱。包括我，怕师尊处罚，便选择了沉默。这就是小峰不愿再与我们为伍的原因吗？大师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是赶紧回宗门，还是……小峰，我记得解决完罡风四海兽后，你说这背后有蹊跷，具体是什么？我是觉得这背后未免有些太古怪了。罡风四海兽分明身处中层，而且荒云山脉中有相当强劲的结界，按理来说，罡风四海兽没理由会出现在这里。或许是有人故意破坏了结界，放出了罡风四海兽。我觉得应该回去看看，找到真相。林师弟说的对，罡风四海兽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出现在这儿？而且上来就追着我们天行宗弟子杀，肯定是有心之人所为，就是针对我们天行宗，想把我们置于死地。啊！林峰突然看我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觉得罡风四海兽是我放出来的吗？不对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他现在开始怀疑我了。从牢狱中出来之后，他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该不会是他发现什么了吧？这事儿太大，我没法一个人拍板。你们觉得该不该回去？当然要回去。有人敢针对我们天行宗，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可是如果结界出现问题的话，那万一又放出第二只罡风四海兽怎么办？就算如此，也不能让背后之人逍遥法外。我们天行宗弟子岂能吃这种哑巴亏？云师姐，你拍板吧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是啊，云师姐，你说怎么办，我们就怎么办。我觉得或许不是结界损坏，荒云山中的结界一直是由富海宗的长老来维持。若结界损坏，发生这么大轰动，富海宗的长老不可能现在都不出面。也就是说，或许不会再出现第二只罡风四海兽。回去看看，寻一些蛛丝马迹。我们天行宗的弟子断不能吃这种哑巴亏。当然，若你们担心，也可先回宗门禀报。云师姐说什么呢？天行宗弟子共进退，绝不会连战脱逃。是啊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不把背后的人揪出来，我们绝不罢休。疯子，这群人就是一群疯子。哼，仅凭推测就又要回去冒险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我才不陪你们作死呢。大师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云师姐说的没错，这背后必有蹊跷，我们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，必须要去寻个真相。众同门都要去，我们青霄峰弟子岂能在这时逃避？灵儿都听师姐的，一群不要命的家伙！你们难道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？该死的林峰又要把我带到危险的境地，他会不会是想找机会将我给……不行，我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绝不能给他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休整片刻，稍后便回去，好好看看蛛丝马迹。王师兄，我有一事儿需要你帮忙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林师弟，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还要背着人？我偶然领悟了一些术法，想找王师兄试试招。好说好说，你师兄我好歹也是金丹，有什么招式只管使出来。但凡皱一皱眉头啊，那都对不起我体内这颗金丹。王师兄得罪了。师弟啊，其实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无可替代。我们结为道侣，共同双修如何？啊？什么？师姐，你疯了！师尊要是知道，还不得弄死我呀？而且林师弟呢？他不是要我给他试招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嘘，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。你我是师姐师弟，又当如何？只要心诚，师尊一定会同意的。完了，大师姐这是让罡风四海兽打得走火入魔了吗？平日里他对我们那都是一言不合就揍一顿的，他怎么可能会这般姿态呢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师弟，你这是不愿意吗？是大师姐不够漂亮，还是你早有了其他心上人？大师姐，别这样，救命啊！告诉我是谁，我定饶不了他。
疯了！大师姐疯了！有人来救救我嘛！王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林师弟，你回来了，大师姐呢？抱歉，王师兄，虽不知你刚刚看到了什么，但那是我施展的幻术。这森罗万象法果真厉害。王师兄是金丹初期3层修士，实力与我差距极大。虽说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但能被幻象控住这么久，原来是幻术。哎，等等，清霄峰中哪里有幻术法诀啊？林师弟，你这是从哪儿学的？休息的如何？我们该出发了。大师姐，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刚刚我将罡风四海兽的内丹已经完全用吞噬术炼化，实力已经达到了主级巅峰。若是寻到合适的契机，看来突破金丹的机会不远了。这次返回主要还是寻找一番慕容月的下落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将其灭杀不成问题。林师弟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罡风四海兽可是5阶妖兽啊！听说林师兄天资高，但没想到这么高啊！筑基修为灭杀金丹巅峰妖兽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有这种天赋的修士，大多都心高气傲，怎会为了得到炼气期的小师妹而动用强行手段？还是在师尊的眼皮子底下？看来这其中有猫腻啊！清霄真人难道这都看不出来？糟了，现在的林峰已经完完全全超出了我的计划外，而且他为什么处处都让人琢磨不透，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呢？系统，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或者他知道了你的存在？请宿主放心，除了宿主之外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本系统的存在。哼，攻略都满了，才能从他们身上吸取更大的气运，甚至能够直接吸取修为。可是现在因为林峰、沈之雪和江如韵2个人的攻略度都下降了，得赶紧想个办法解决，或者多找几个攻略对象。有什么发现？罡风四海兽身上有能用的材料吗？云师姐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刚刚林师弟情急之下的爆发，让罡风四海兽变成了一堆废料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能活命已经实属不易。不过嘛，根据记载，它的肉不难吃，倒是可以烤着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接下来就沿着罡风四海兽来时的路寻找源头，分开寻找，但不要离得太远。发现危险，立刻用天行符告知同门。明白。林师弟，我的护道同门都跑了，能不能让我跟着你们一起？放心，不白让你们处理。等回了灵丹宗，我肯定会给你们报仇。陈师姐说笑了，方才若不是陈师姐出力，我也敌不过罡风四海兽。没错，就冲陈师妹愿意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与我们共同作战，我们肯定愿意为你护道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林师弟。我现在算是欠你一条命。等回去，欢迎林师弟和云师姐来我丹灵宗做客。我好歹也是宗主候选之一，你们若来，想要什么丹药，我都想办法帮你们搞到手。想不到陈安安竟然会是宗主候选之一。丹灵宗每次都会选出天赋或声望最高的10个弟子，组成宗主候选，在宗主退位之时竞选，得胜者便可为宗主。也因此，宗主候选弟子在宗内地位相当高，比亲传弟子要更高。我倒是还真需要结交这么一个弟子。丹灵宗可不仅仅是丹道弟子，同时还有器门。到了金丹境，便需要炼制本命法宝。到时候若能有陈安安助力，炼制的问题就能解决了。那就多谢陈师姐好意了。你我年龄相仿，就别师姐来师姐去的了，叫我安安就行，听着亲切。对了，你用来解决罡风四海兽的那个罗盘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八宝罗盘的残品。7阶法宝，八宝罗盘，难怪能轻松解决那头畜生。虽然是残次品，但就算用来对付6阶妖兽，也不在话下吧？难怪你要消耗这么多灵力，耗费如此长时间才能将其启动。这种宝贝就这么用了，你不觉得心疼？法器便是用来保命用的，若是连人都保不住，那留在手里又有何用？你和云师姐感情真好。安安姐，跟紧我。那该死的畜生，为了秘境里的几样东西，竟差点让我丢了命。药都用完了，蛊虫也用干净了，恐怕我这条命也要交代了。该死的畜生，等我养好伤，定要亲手宰了你！
救命！根据痕迹可以确定，这个洞窟就是罡风四海兽出现的地方。等等，这里怎么躺着一个人？果然是慕容月，罡风四海兽是他放出来的，难怪罡风四海兽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前来。我们遇到他的地方，距离慕容月用蛊虫杀人的地方相隔不远，他是误以为我们和慕容月是同伙，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检测到背负大气运者，系统正在识别目标身份：慕容月，上古慕容家血脉，蛊修，呲牙必报，但重感情，对任何的人毫无保留。若宿主能救下，将会获得极大气运。大气运者，终于让我碰上了！天哪！这修士肯定是和罡风四海兽大战时身负重伤，难怪罡风四海兽出现时身上都是伤痕。大师姐，二师姐，我们救救他吧！小师妹说的对，这人身上的伤势就是罡风四海兽所为，他还有些微弱的气息，需尽快医治。陈师姐，你那还有丹药吗？这人不能救。你说什么？7大宗门盟规，若遇落难修士，要尽可能的施予援手。你但凡能有小师妹一半的善心，善心管什么用？林师弟这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沈师姐，你少拿什么小师妹跟林师弟做比较。林师弟是林师弟，蓝师妹是蓝师妹，你凭什么要他们两人一样？林师弟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？你们看，此人手臂上明显有脉络凸起，且呈酱紫色，唯有蛊修这种以自身血液和蛊虫打交道的修士才会有此特征。加上他腰间的幡旗，分明带有其他修士的气息，此人是邪修无疑。我想问问二师姐，7大宗门盟规中对待邪修也要救治吗？不对，他未必是蛊修啊！若被蛊修伤的修士，脉络不是也会呈酱紫色吗？或许，他是曾被蛊修所伤，而且这幡旗已经残破，或许不是他的。林峰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背负大气运的存在，你又想坏我好事？邪修便是邪修，若救了他，才是修真界的祸事。小峰说的没错，对邪修要绝不姑息，宁错杀不放过。你们给我等着！系统能兑换让人起死回生的药吗？9天回魂丹需消耗宿主目前积分的90%，是否兑换？该死！我这么多年的积累，居然要因为这种事毁于一旦。算了，兑换。你呀你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原来这洞穴之中竟藏着秘境，看来罡风四海兽就是在此处出来的。大师姐，咱们要进去吗？万一这里面还有其他妖兽怎么办？秘境周围有蛊虫的痕迹，说明洞穴口的邪修正是打开秘境放开罡风四海兽之人。若是里面还有其他妖兽，这么长时间也都逃窜出来了，里面应该是安全的。小峰说的对，隐藏如此深的秘境里，应当有些宝贝，进去看看。这秘境未免也太小了点吧？灵气含量也如此稀薄，荒废这么久了。看来罡风四海兽是这里的守护灵兽，能驯养一只5阶妖兽作为守护灵兽。看来秘境的主人实力不凡，至少是元婴老祖。大家进去分头寻找，看看庄园内有没有有用的东西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等搜寻完毕，我们就回宗门禀报。明白。吞噬术竟还有寻宝的功效，他对此处的反应极大，莫非墙壁后有玄机？大师姐，找遍了，这里连一株像样的灵芝都没有，灵气枯竭，看来是没什么宝贝了。忙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。回去好好查查那个蛊修的身份，找到关联的人，咱们不能白白吃瘪。既然没有收获，那就算了，先回宗门吧。我去，林师弟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断尘石、龙鳞骨、紫灵玉，这些都是炼器的宝贝啊！琉璃地铁、凤凰竹还有龙鳞骨都是绝佳的炼器材料，有了这些，在结成金丹前就能快速筹备好材料，炼制本命法宝。本命法宝炼制的越早，和金丹的契合度就越高。诸位同门，这琉璃地铁、凤凰竹还有龙鳞骨，可否留给我？林师弟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地方本来就是你发现的，而且是你杀了那些畜生，你随便挑，我们肯定不介意。没错没错，你要什么只管先拿。林师兄太客气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过林师弟，这些都是炼器的材料，你选这3个，莫非你要炼制自己的本命法宝？可亲传弟子的本命法宝不应该由师尊准备，结丹时赠予弟子吗？青霄真人没给你准备？
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琉璃地铁、凤凰竹以及龙鳞骨就分给林师弟。接下来这些，师兄，我炼制本命法器也需要凤凰竹，你可不可以把它让给我啊？我知道这有些过分，但我寻凤凰竹寻了好多年都没找到，什么破凤凰竹啊！我才不稀罕呢！但你妨碍我这么多次，我怎会让你这么如愿呢？我在宗门里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好名声，现在正是用武之地呀！好了好了，灵儿，你别哭了。灵儿，我知道你也需要炼制本命法器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蓝师妹，我们刚刚都同意了，一来珍宝是你林师兄发现，二来罡风四海兽也是你林师兄所击杀，于情于理这些东西都理应归他所有。而且我若没记错的话，青霄真人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炼制法器的材料，你应该用不着自己找材料吧？蓝师妹，虽说师兄是该让着师妹，但你看看你林师兄炼制本命法器的材料都要自己准备。凤凰竹的确珍贵，但就这么一块，理应给你林师兄才对。云师姐说的对，要不挑挑其他的？你们，亏我平日里和你们拉好关系，结果现在没有一个帮我的。还有二师姐，她怎么也不帮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开始向着林峰了？难道忘了他是个色魔的事了吗？蓝师妹，你两个师姐带着你这个拖油瓶就已经很累了，就别给他们添麻烦了。我说难听点，这些东西都是林师弟发现的，就算他全部拿走，我们都不能说半个不字。你这样未免有点太不合适了。前世我想方设法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注，结果却被蓝灵儿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现在我还未开口，他们就帮我辩解，想来还真是讽刺啊。检测到需要攻略目标攻略值快速下降，请宿主尽快逃离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我，是我鬼迷心窍，突然说出这种话，我这就走。对不起，林师兄，林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凭什么？大师姐回来了，师兄师姐们都回来了。这一趟收获是不是特别多啊？听说荒云山脉里出现了剧烈波动，宗主都快急坏了。还好云师姐你们平安无事啊。各位师弟师妹，我有些累了，具体细则就辛苦青霄峰的江师妹给你们阐明吧。汪兰，咱们走。我就知道你直接回洞府了，怎么不喜欢热闹？大师姐，这还用说吗？林师弟平日里没少被师兄弟们说道，说起来还都拜那个蓝灵儿所赐。怎么看林师弟都不像什么色魔，肯定是那个蓝灵儿搞的鬼。云师姐、王师兄，你们来寻我，所为何事啊？我来提醒你，回到青霄峰后一定要小心。你不知道，在荒云山脉一战休息时，你大师姐江如韵来寻过我，想要让我带着她去见你一面。我想着你还未恢复，便没告诉她。她或许是以为你不愿意见她，生了心病。大师姐是觉得江师姐虽然不会说什么，但难免蓝灵儿或者是你二师姐在青霄真人身旁吹耳旁风，把这件事怪到你头上。青霄真人是出了名的痛恨同门相残，免不了要因此事找你问罪。不光如此，还有蓝灵儿问你讨要凤凰竹一事，虽然主要是我们在帮你说话，但这事儿青霄真人肯定会不满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倒是提醒我了。云师姐，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小峰，你跟我何必这么客气，直说便是。我想请你带我去一趟宗峰。都回来了，如韵和林峰呢？师尊，你一说我就来气。二师姐都跟我说了，六师弟未免太不是东西了。他把大师姐气得心悸，回来就入洞府休养了，还抢小师妹的东西，当着那么多同宗弟子的面羞辱小师妹。哼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个孽障，我本以为关他几天，他理应知错，好好反省。结果他偷偷溜去参加荒云山脉之行，还羞辱同门，简直放肆！师尊，这不是师兄的错，凤凰竹本来就该是他的。灵儿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？你忘了他都把你欺负成什么样了吗？师尊，我这就去把林峰带过来。不必了，我亲自来。青霄啊青霄，你闭关这么多年，心性怎还像个孩童一样？孩子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处理便是，何苦你出面？谁让你来的？这话说的，我只是路过，刚好遇到了小林峰。是你那爱徒帮他请的你，来替他说情的吧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也不至于跟孩子置气，对吧？先前这孩子已经被你关过一次，受过罚了。这次荒云山脉之行，他立了大功，舍命救下了众同门。身为宗主，来帮他求个情，也算合理吧。之前听说过清玄宗主为人不拘小节，想不到竟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全然看不出是化神期的一宗之主。难怪云师姐和王兰的性格如此，原来源头在这儿啊！哼，
他一个筑基巅峰能救下众人，多半是你那爱徒夸大说辞。这是我清霄峰的家事，就不劳宗主费心了。你回吧。清玄宗主虽是宗主，但整个天行宗实力最强的却是化神后期的清霄真人。身为宗主，清玄也不好和清霄真人对着来，但愿他们多扛一会儿吧。林峰，我只问你，你可知晓你犯下之错？师尊认定之事，即便弟子没错，又岂能不认？弟子认错。这小家伙不要命了！清霄本来就在气头上，还说这种话，明显就是挑衅啊！你是认为为师错怪你了，还是说你的师姐师妹故意诬陷你？照这么看，先前一事你也不是诚心认错。师尊说什么便是什么。坏了，这小子怎么这么硬啊？真要把你师尊惹恼了，整个天行宗谁能拦得住啊？算了算了，看在青兰的面子上，多少得帮他扛过此劫。孽障，尊就不该留你。清霄，林峰再怎么说也是你弟子啊，纵使有过错，至少也要查明再做定夺。你如此不留手，他不过筑基初期，你想用威压直接把他压成一滩血雾吧？清玄，我本说了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出发时你就一再阻拦，这次你还要管我清霄峰的事，休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清霄，先停手，有什么话能好好说。这孩子，我记得他是清霄从小捡回来的，对清霄极为尊敬。他们师徒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青兰说过，他这几年吃了不少苦，可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？哟，我还以为林峰变聪明了呢，想不到还是如此蠢。这种情况下，居然选择跟清霄真人对着干，真以为清玄宗主会用命护他吗？还是他觉得清玄宗主能敌得过暴怒的清霄呢？继续，最好继续，让清霄动手，把他杀得生死道消。清霄，你不觉得他有话要说吗？身为化神修士，如此镇压小辈，情何以堪？那你让他说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来。弟子斗胆问师尊，弟子究竟犯下何等过错？本尊说过，你无需参加荒云山脉一行，你偷偷前往，还欺辱同门师妹，将师姐气出心病，这些还不够吗？不知师尊是听谁所言，可有证据？何须证据？你在风中所作所为，难道也要本尊当着宗主的面一一说出来吗？弟子可以认错，但弟子想问师尊，在荒云山脉遇见五阶妖兽之时，弟子同样身陷囹圄，师姐可搭救过？弟子俸禄多被三师姐领走，灵石资源不足，难以修炼之时，师尊可曾管过？弟子被五师姐击伤，难以自愈之时，师尊可曾过问过？弟子即将金丹，但那些材料，师尊可曾准备过？小师妹的材料又准备到了什么地步？既如此，弟子为何不先护住自己，又为何要与不为至亲之人虚与委蛇？林峰，你当着师尊的面胡言乱语什么？我是借了你一些灵石，不也都还你东西了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够了，就因为这些便不顾同门情谊？弟子请师尊拿出证据。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给我这个宗主一个面子啊！此事先告一段落，峰中弟子有隔阂，此事也在所难免，解开误会便可。大不了先让林峰到我宗风之中住些时日，冷静冷静，何必大动肝火？急，好急！你难道没有听到这孽畜是如何质问我的吗？他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尊吗？清玄，你最好现在就走，否则莫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清霄，你难道没有听林峰所言？我身为外人都听出，在你眼中他的事都是小事，但他犯了过错便是重罚，不问缘由，这是为何？我知晓你不愿他人插手你清霄峰之事，但我来此之前从未想过你这师尊做的如此不合格。爱徒啊爱徒，我真是帮你帮到尽头了。清霄死要面子，我说出这种话，他恐怕真会连着我一起轰出洞府。罢了罢了，林峰这孩子受尽苦楚，深得我心，便舍命帮他一次。你这么喜欢他，那就让他滚出我清霄峰，改为你宗弟子算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气话？气话？好，那你继续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。你对本尊有何不满？今日本尊令你全盘托出，不得有半点虚假。林峰，你师尊已经动怒，先说些好话，我带你先去宗峰避上几日，他消气之后便没事了。弟子认为师尊不是个好师尊，弟子认为若师尊能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弟子，清霄峰便不会变成现在这般。恐怕师尊到现在除了每年峰中聚会之外，连弟子每个人的境界提升情况都不曾知晓吧。
好，你既对我有如此多不满，那何必还留在青霄峰？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再是我青霄峰亲传弟子，本尊这儿容不下你。师尊对弟子不满，要将我逐出师门，弟子无怨言。这些东西都是师尊所赠，如今弟子还给师尊。林峰，你胡闹！师尊，他估计是和5阶妖兽搏斗时把脑子撞坏了，这些都是胡话。师弟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师弟，也是您的徒儿，不能赶他走啊！两位师姐，说的对，师尊开恩啊！我看他是借机说出了心里话，他早就巴不得让本尊赶他离开。好，很好，本尊就遂了你心愿，滚！弟子对不起宗主，连累宗主用心力护住弟子，弟子无以为报，但日后必报此恩情。起来吧，我不怪你。你在青霄峰中也着实受了委屈，你云师姐给我说了许多。我之所以愿意来帮你，也是看你这孩子聪慧，不像外界传言。只是你不该如此和你师尊赌气。你一旦离开青霄峰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成为亲传弟子，最多只能待在内门。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差距如荧光剑皓月，你在宗门内的资源将不足先前的1%，而且其余长老不会有人与你扯上关系。为你得罪青霄真人，你将成为整个宗门中最另类、最不受待见的存在。你说你呀，又是何苦？罢了，你跟我回宗峰先住些时日吧。今后你名义上虽是内门弟子，但我尽可能给你宗峰亲传的待遇。多谢宗主好意，林峰心领了。只是青霄真人还在气头上，若是宗主这么做了，他定会牵连宗主。他毕竟是宗门第一战力，宗门贡献颇高，弟子不愿麻烦宗主，更不能将麻烦带到宗峰中去。你莫要觉得我是看在青兰的面子上对你一帮在报，我是觉得你这孩子坚韧不拔，也敢于表达，我是打心底里觉得你可惜。至于麻烦嘛，我这宗主也不是白当的，无妨。宗主好意，弟子心领了。在内门倒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图个清静自在。罢了罢了，你既已做出了决定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我听青兰说，这次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他恐怕就已葬身妖妇手中了。这些全当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且先拿着。弟子谢过宗主。这小子居然放弃了青霄的顶级独门心法，改修了无情道。青霄是多伤这小子的心啊，才让他入太上无情道啊。你现在所修之法独木难支，我本想着送你些辅助心法，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。青兰说你在找材料准备炼制本命法器，这纳戒里放着一些炼器的材料，随我来，我带你先去内门安顿。宗主，您怎么来内门了？内门最近平静得很，没有弟子闹事，宗主怎么突然造访？还有他身后这小子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似乎是青霄峰的那个男娃。徐长老，辛苦你带着林峰办理一下入内门手续，毕竟他先前是，所以给他安排内门1段弟子吧。宗主说什么？天行宗自开宗至今已有1000年之久，从来只有内门优秀弟子被其他峰主收入门下，成为亲传的案例，还从来没有过亲传降入内门的案例。青霄峰更是天行宗除宗峰之外的最强峰，这个林峰是干了什么？徐长老，内门弟子如今都不在峰中吗？内门与亲传不同，有着严厉的宗规束缚，他们平日里都不会出现，一般都会想尽办法提升修为，好提升等阶，拿到更多资源。内门弟子分为9个等阶，每年内门都会进行内部比拼，来重新排列等阶，每一段等阶能获得的俸禄都区别极大。不过嘛，哪怕是最高的1阶内门弟子，俸禄也远不及亲传弟子。提前将这些告知于你，便是希望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别有太大的落差。内门弟子都这样了，那外门弟子的生存环境估计会更差。这还是7大宗门的弟子，这么看来，散修的生存环境恐怕要更加凶残。
不过俸禄灵石都无所谓，有了系统提供的吞噬术，也不必像其他修士一样依赖灵石。来到内门最大的好处，便是可以随意下山，不会像亲传弟子那样有着诸多限制。如此一来，也好多去历练，吞噬更多妖兽。只是想超过青霄真人，还有段距离。内门弟子的住所是越靠近内侧，灵气含量越高，这里便是第一阶弟子的住所，灵力也是内门风中最充裕的。你先挑选一番，我虽能给你一阶弟子的身份，但若想得到住所，就得靠你自己了。打赢你所挑选位置的主人，便能获得其住所，这便是内门的规矩。这个院落内有着些许灵脉的气息，若是得此地，便可将吞噬术辅助修炼的功效发挥到极致。这位置不错。这位置，哈哈哈哈，你倒是会挑。这位置可是内门之中最好的宝地，当然，住在此处的也就是内门第一弟子，他可是金丹初期实力。你确定要挑战他？我去，这是哪来的愣头青，想抢老大的地盘？看他的实力，不过筑基巅峰，半步金丹。老大可是金丹弟子，这小子疯了吧？有乐子看了，我猜最多半炷香，他就会被打出来。半炷香，半刻钟嘛。毕竟曾经是亲传弟子，还是太过心高气傲了。真以为自己能碾压内门弟子，这也太小看我内门弟子了。金丹和筑基那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算了，就当是给这小子上一课了。这枚天荡符是为数不多可用100次以上的破法符，纵使屏障是金丹设下，也可破之。三师姐，你留给我的宝贝倒是个个都好用的很啊。宝贝倒是不少，可惜身为亲传，实力却远远没跟上。我这才刚休息一会儿，就有人来打扰。徐长老好，就是你要来挑战我，叫什么名字？看着年龄不大，竟有金丹修为，不过他是3灵根，灵根较杂，否则的话，金丹修为想成为亲传弟子，估计会有大把的分数要吧。这内门弟子中还真是卧虎藏龙啊。林峰，哼，林峰，青霄峰最小的亲传弟子，唯一的男弟子，林峰。你不在你们青霄峰待着，来我们内门干什么？他是亲传弟子，开什么玩笑？这家伙名声差得很，是不是被青霄真人给撵出宗门了？不可能吧，青霄真人挺护短的，而且我听说林峰在荒云山脉一行立下功劳，怎么会被撵出宗门？喂，我在问你话呢，一声不吭也太无礼了。我已与青霄峰毫无瓜葛。你这地方不错，颇为清静，按内门规矩来吧。你一个小小的筑基，想挑战我？亲传弟子一个个都这么狂妄？好，那就按你所说，以内门规矩来。居然是体修吗？是岩拳，老大直接用岩拳，看来是想要速战速决了。看这个林峰的样子，分明是没把我们内门弟子放在眼里。老大，上，给他个教训。老大加油，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上一课。幻术，力破千军，幻术又当如何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跑！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啊？所以说，幻修最是烦人。我是筑基巅峰，灵力境界分明被我碾压，为何他能预测到我的行动？从而躲闪，除非他已对我用了幻术，我已经中招了。不可能啊！他一个区区筑基，岂能让我中招？
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筑基巅峰吗？为何现在变成了金丹期啊？而且实力比我还要强大，是金丹巅峰啊！你有这种本事，怎会离开清霄峰来到内门？我还真是小看了这小子，分明只是筑基期，居然能在雨嫣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种下幻术。从一开始，雨嫣就已经输了。难道亲传弟子个个都是这种级别的妖孽吗？晚辈只是运气好，他没防备而已。他不是你的对手，解了幻术吧。我看你这样子，少说还能控住他半个时辰。看来传言是真的，这小子在荒云山脉救了所有同门，那他的手段就不光是区区幻术这么简单了。若是正面相抗，恐怕雨嫣都不是敌手。一个筑基能如此戏耍金丹，此子大有可为呀！清霄真人连这种妖孽都能放下山，那其他亲传弟子该是怎样的存在？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林峰，你刚刚明明在……好了，雨嫣，你已经输了，将地方腾出来吧，让你平日里好好磨练。现在知道教训了吧？哼，不对，等等，难道从一开始我就已经中了他的幻术？我就说为什么他瞬间达到了金丹巅峰，还会我的招式？我就说嘛，幻修最是烦人。老大居然输了，还输得这么快！以老大的脾气，完了，快跑！这小子真是筑基吗？愿赌服输，我既然输了，那这地方便是你的了。那你以后就是内蒙的老大了。我都打不过，他们肯定也不是你的对手啊。这小丫头看起来乖张，性子倒是随和，败了也不急不恼。若是换成谢奇月，怕是会和我不死不休吧。不必了，我只是看中了这个地方，不想当什么老大。老大，我懂。我的住处虽然差了一些，但是老大需要，我肯定拱手相让。算你识趣。你有事儿？我的东西还没拿呢，你该不会想要直接闯入女子闺房吧？差点忘了，林师兄，你外号叫做色魔来着？林师兄，你为何放着好端端的亲传弟子不当，来内门啊？我和其他峰的亲传弟子交过手，和你的实力差远了。按理来说，清霄真人没理由撵你啊，恐怕是你自己想走吧？哎，师兄，我都喊你老大了，你好歹透露点消息出来呀！我保证一定不会出去乱说。清霄峰啊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，我想进还进不去呢。如果你去了清霄峰，你就知道还是内门好，亲传弟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好。林师兄，这次是你赢了我，但我一定会重新把地方夺回来的。你们南修一个个都不修边幅，你可千万要注意好整洁，不要把我的地方给弄脏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一定一把火烧了这里，重新再建。来的这两人是清霄峰的师姐，你们几个现在就去告诉林师兄，说他师姐来了，
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就传闻听起来，林师兄和他的几个师姐关系都不怎么样。老大，你为何要帮他？林师兄刚刚可是把你打的。不会说话别乱说话，老大只是怕伤到同门而已。不过我们没有理由帮他，看那林师兄也不是好相与的主。你们懂个屁呀！让你们去就快点去。青霄峰的事儿，我可大致都听说了。无论是青霄真人，还是那几个师姐，都未免太过分了。去荒云山脉事儿的来着，林师兄能为了同门豁出性命，就不可能是他们口中的样子。现在他是我们内门弟子，我们就该沆瀣一气。那个师姐，沆瀣一气不是什么好词儿。还不快去！大师姐，你非得来干什么？师尊都已经赶他下山了，我们还偷偷来找他。要是被师尊知道了，你不也把他当成师弟了？我没有，只是人家不待见咱们，就算去见了他，又有什么用啊？从蓝师妹那件事到现在，所有事都有诸多疑点。小风或许受了许多委屈，我们身为师姐，理应帮他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青霄峰的江师姐和沈师姐呀！你们来内门干什么呀？江师妹，不知林峰是否已经来到了内门？刚好愁着找不到小峰的踪迹。江师妹是内门第一，对内门了如指掌，有她带路，找小峰就不用费劲了。两位师姐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林师兄若是想见你们的话，你们不用找，他自己就会出现的。如今他可是我们这儿的老大，他一句话，我们就会直接带你们去见他。可他没开口啊，就说明……你说什么？小峰成了内门第一？你不是金丹初期吗？他不过只是筑基期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林师兄离开青霄峰了。身为他的前师姐，结果对他一无所知，连他具体有多少实力都不清楚。你们不也去了荒云山脉吗？难道不知道林师兄到底有多强？你说什么？唉，林师兄啊，林师兄，为了你，我也是豁出去了。沈师姐境界在我之上，只要打起来，我肯定不是对手啊！但他们青霄峰的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，真是让人看不过眼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是说你对我青霄峰有意见？这位师妹，我们此行来只是想见你林师兄一面，并无恶意。你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还请告知我们二人。若他当真不想见，我们也不会强求。拖了有一会儿，林师兄应当已经收到消息了。师姐既然这么说，那就请随我来吧。林师兄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虽然不清楚青霄峰的师姐来找你干什么，但我们感觉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来告诉师兄你一声。内门弟子虽内部争斗，但却相互扶持照顾，待人真诚，只此一点，便不是青霄峰那些人所能比的。有劳两位师弟，我知晓了。小峰他好像真的变了，现在的他身上没了那股哀气，徒增了许多精气神。难道青霄峰还有我们这些师姐，对他来说真的反而是束缚吗？六师弟，你到底发的什么疯？你明知道师尊不过只是说气话，你却故意挑衅离开，你打算任性到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大师姐拉着我来，我才不管你呢。江师姐、沈师姐，我如今已是内门弟子，不是你们的六师弟了。不知两位师姐前来寻我，所为何事？你，小峰，师尊并不知晓在荒云山脉发生了什么，从而对你有误解，
跟我们回去，好好跟师尊解释一番，他一定会察觉到的。你不属于内门，你是清霄峰的弟子。误会也好，不理解也罢，若有心去分辨，怎会分辨不出？我也是内门弟子，与清霄峰再无关系。二位师姐，请回吧。大师姐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不是我们对他不好，是他自己压根不把我们当成师姐了。你管他干什么？惹得自己生气。咱们回去。师弟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检测到宿主已于清霄真人、大师姐江如韵、二师姐沈之雪等多人斩断大量情缘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万灵秘境。万灵秘境，那是什么？此处的灵气浓郁程度，竟然是荒云山脉的数10倍不止。动用吞噬术，将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灵气化为己有。万灵秘境绑定于宿主识海之中，可随意开启。在此处，灵气可无限获得，并且通过吞噬术所获灵气也可在此处进行炼化。无限灵气的秘境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要在这秘境中一直修炼，将会无止境的变强。正如宿主所想，但灵气始终有上限。宿主若达到筑基大圆满境界，需突破金丹后，方可继续吸收灵气。离开万灵秘境后，万灵秘境也会持续为宿主提供灵气加持。不枉我费尽心思，逃离了清霄峰，和清霄真人彻底闹掰。有了此地，我就等于掌握了一个巨大且取之不竭的灵脉，不光是能辅助提升修为，还等于我的灵气将永不会枯竭。本来还担心灵石不够用，难以寻到合适的修炼环境，现在看来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寻到契机，突破金丹才是。那就先将灵气巩固，先半只脚踏入金丹境。半月时间，终于将先前的灵力空缺填补满，达到筑基大圆满境界了。接下来，小风，小风，这才多久没见，你的实力竟已达到了筑基大圆满，这等天赋，别说天行宗了，放眼整个修真界，也难有能与你匹敌的存在。清霄真人若知道此事，怕是要气死了吧？云师姐，你突然来寻我，不会只是想看看我的境界吧？我来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师尊前去参加7大宗门会，他们决定1年后举办北冥大会，要求最低参赛标准便是金丹期。我原本还担心你，现在看来，你或许真有可能在这1年时间内达到金丹。北冥大会，前世记忆中并未提及过这个北冥大会。1年后开启吗？也难怪，前世这个时候我还在牢里呢。修真界极东之地为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，名为寂灭海。即便是化神大能，也难以独自跨过寂灭海。寂灭海尽头便是北冥岛，此岛极为特殊，生态与环境还停留在数千万年前的上古时代，因此里面宝物众多。每500年，修真界的大部分化神强者将联手开启传送跨过寂灭海的通道，达到北冥岛。通道可持续1年之久，故而北冥大会500年开启一次，散修与宗门弟子均可参加，仅限金丹修士参与。这1年历练，堪比在修真界历练1000年。既有此等宝地，为何仅限金丹修士参与？北冥岛有特殊的结界存在，没有金丹护体，在其中寸步难行。而元婴又被岛屿排斥，化神大能又不需要岛屿上的资源，所以才形成了这么古怪的条件。云师姐，刚好我也想向宗门申请下山历练，光在内门中修炼难以突破金丹桎梏，所以……得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只是闲在内门之中，清霄峰的师姐们经常来叨扰，觉得聒噪，打算静一静吧。你都不知道，师尊自打帮你，结果却亲眼看到你与清霄真人决裂，加上你又救过我，他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你，所以你想历练，他自然会同意。只不过山下不比宗门，处处充斥着危险与勾心斗角，那些散修近乎无所不用其极。你入宗门后从未独自下山，你确定？有劳师姐相助。林师弟，山下危险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呐！要是遇到麻烦，你就回宗门，我和大师姐都是你最坚固的后盾，师兄会想你的。
说的也太肉麻了。我倒是觉得小风此次下山反倒不让人担心，他呀可比你省心多了。师姐也没有什么能给你的，这些符箓你且拿着，我多给你备了些遁地符，实在打不过就跑。切记，最好别暴露天行宗弟子的身份。散修大多都对七大宗门弟子有敌意，尤其那些元婴老怪，一旦被他们盯上，就赶紧捏碎天行符。附近的宗门长老会来驰援的。多谢师姐。林师兄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啊！你修为在我之上，没理由喊我师兄，而且你等我干什么？我也想参加玄冥大会啊，只是现在修为实在差得很，在宗门内也找不到能洗干净我灵根杂质的东西，所以我也申请了下山历练。师兄，咱们一起同行吧。多一人便多一份风险，还是最好独自历练。林师兄，好师兄，你就带上我吧。我好歹也是金丹啊，能帮得上你啊，多一人也多一份战力，不是吗？带上我吧，带上我吧，我很划算呢。为何要与我一起啊？徐长老说，林师兄你绝非池中之物，有大气运。我这人从小就没什么好运，所以和师兄一起，说不定能蹭一些运气，不是？林师兄，咱们先去哪儿啊？天北城。凡人城池，去那儿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我走之前做过功课了，咱们往南走，就是逍遥林，那里经常会出没三阶妖兽，还有各种灵芝宝贝。若你要跟着我，那接下来一句话都不要说，戴上面具，跟在我身后。切记，不得外放灵气，将境界压制到炼气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暴露。何人造访？一介散修罢了。原来是同道真人，道友请随我来。我是来寻连道人的，烦请引路。道友要寻什么？筹备了多少灵石？上品4阶妖兽内丹1枚，青龙枝、3白木、凡修草。3枚上品灵石。道友所寻之物已标在舆图之上。师兄，你这可不像是第一次下山啊，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鬼市吧？你刚刚花灵石，他怎么就给你一张纸啊？3枚上品灵石呢？天北城鬼市连道人只卖消息，能否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只看自己的本事。说我方才所说之物直接购买，价格100枚灵石不止。还好前世被流放到外界100年之久，对于修真界比较了解。我刚刚说的那些材料都是炼器的上品，先把本命法宝的材料准备好，才能保证金丹后实力能跟得上境界。青龙之和妖兽内丹在天雷泽，三木白在金陵城，含羞草在周不渡。这3个地方各顶各的凶险啊，周围似乎还有元婴老怪。师兄啊，咱们真要去？先去金陵城，金陵城地下有拍卖会，3白木就在其中。你若怕了，可自行离开。谁怕了？我只是担心师兄安危。道友跟了有些时间了，凡人城池中修真者不可暴露身份，是打算等我2人出了城再动手？筑基大圆满，金丹初起，倒也不算难缠。你2人在鬼市中买了什么？都是道友，不妨拿出来亮一亮。大师姐、二师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灵儿，我们只是下山一趟，很快就回来，乖，在风中等着。师姐，你们是要下山去寻五师兄吧？我想跟着你们一起去。灵儿，山下危险，你虽进步神速，如今已有筑基中期修为，但……师姐是仙灵儿累赘吗？五师兄毕竟是因我被赶下山，我想当面找五师兄道歉。五师兄离开的日子里，秦小峰都不像秦小峰了，师姐们像是丢了魂儿一样。那就一起下山吧，反正你五师兄应该也没走远。
难得灵儿有心了，不过这也不是你的错，只是她太任性，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那几个师姐，闭关的闭关，不见踪影的不见踪影，就你们2个人还在了。你们要是走了，我哪还有人能吸气运呢？总不能吸清霄的吧？哼，林峰在风中时，你们对他毫不关心，现在人走了，气得魂不附体的，图什么呀？我们学了什么与你们何干啊？想动手吗？奉陪到底！想动手吗？奉陪到底！这2人能轻易看穿你的境界，实力应当在金丹中期左右。他们敢出面，说明不怕城中首须道人的追捕，不可硬来。走！这是什么鸟术法？一个筑基竟然能迷惑住你我2人！追！师兄，这2人早晚会追来，还不如直接跟他们动手算了。徐长老说过，散修与宗门弟子不同，他们资源不够，大部分空有境界，实力远不及我们。真要动起手来，有你的幻术，我们未必会输啊。没必要和他们过多纠缠。我们此行本就要隐藏宗门弟子身份，免得惹来更多麻烦。历练只有1年时间，不可浪费。云师姐给的遁地符不同，他们追不上来。走吧，去金陵城。系统检测到巨大灵力波动，或有奇缘。师兄，累死我了，咱们还要走多久啊？先去小镇上歇歇脚。2位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2间房住1晚，1枚下品灵石就能换到上千枚铜钱，凡间的钱对于修真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师兄，咱们还有多久能到金陵城啊？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今日要么还钱，要么就打断你2条腿。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。系统只说这里有机缘，却并未指明方向。这镇上凡人太多，还是晚上再行动吧。这不是王老爷家的千金吗？怎么沦落成这样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王老爷家得罪了仙人，仙人一怒之下将他们全家的房屋全给烧了。全王家呀，只剩下这女娃娃1个。唉，可怜呐！可怜能怎么办？问他要钱的是徐家的人，据说那仙人呐，就是徐家请来的。咱们可得罪不起徐家，当看不见算了。呸！什么狗屁仙人，对凡人出手，8成是那些练气的半吊子散修。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娃子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别惹是生非，正事要紧。休息1晚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可是，仙人，你是仙人，仙人，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小姑娘，我不是仙人，你认错人了。看到外乡人就喊仙人，这王家千金是受刺激，疯了吧？仙人那都是仙风道骨，乘风而来，踏风而去的，哪能说见就见到？求先生救救我！我是真的见过您的画像把那假仙人招来，烧了我们家，把画像夺走了。师兄，你不是没下过山吗？怎么都有画像流传在外了？难道系统说的机缘和这被灭门的王家有关？还敢跑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看什么看？想多管闲事，老子连你一块揍！这2人活腻了吧？算了，师兄说不能动手，要忍。什么东西？救命啊！仙人，还真是仙人！仙人开恩，我们知错了。仙人降临，真有仙人！师兄，你不是说别惹是生非吗？有劳师妹，让他们睡一会儿，顺便帮他们清一下记忆。好吧，让我别冲动，结果自己比谁都冲动。我从未下过山，也从未在凡人面前露面，你为何说有我的画像？我不敢欺瞒仙人，但这是真的。我父亲说过，我曾祖曾被仙人救过命，他根据记忆让画师将仙人画像画了下来。从此我们家开始好运连连，富甲一方。那画像上的人和仙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画像上的是一女子。不过仙人无形，你一定是为了隐瞒身份，所以才伪装成男子的吧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？你方才说烧了你们一家的家伙是为了画像而来，是吧？对，画像是被徐家人抢走的，那个假仙人也是他们请来的。带路。
师兄，等等这不是王家的千金吗？怎么还敢来找我们？还找了2个帮手，你还没被仙人的神火烧够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府上的人一个不留。师兄，你认真的？玄神宗的人要是知道了，那若怕是，你可先行离开。师兄，7大宗之一的玄神宗是维持凡间与修真界秩序的，散修被发现可以逃，咱们的身份要是被知道，那就糟了呀！方才出手，你没觉得这府中的所有人都不是凡人了吗？啊，他们身上都有着些许的黑色灵韵，只有邪修炼制的尸鬼才会如此，可他们还活着呀！那是因为他们还未完全转化。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竟然敢来招惹本仙，那就准备受死吧！炼气巅峰的邪修吗？修为太微末，结果看不出眼前人的实力，真是可笑。师兄，我来还是你来啊？原来杀的都是尸鬼，对付邪修那就能放开手脚了。随你。你真以为本尊只是个炼气的废物？本尊的宝幡已大成，还有这些尸鬼，即便是筑基修士，本尊也不放在眼里。你们2个，对付这种杂碎都浪费我的灵气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师兄，你，这师兄，你还有这种癖好？不过光看着画像都觉得美，我要是个男子，怕是要直接爱上女师兄了。这不是我，但为何和我长得如此相似？保护画像的灵液，起码是金丹修士所留。师兄入宗之前也是凡人，这女子不是师兄，那多半是师兄的家人。只是师兄的家人既然是金丹以上的强者，那为何不带着师兄修行？难道青霄真人和他认识，所以才收师兄为徒？多谢仙人，终于给父亲母亲报仇了。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会感谢仙人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从看到画像到现在，你就一直头疼。要不我们先回宗门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等等，这是感悟啊！师兄这是要突破了？不会吧？在这儿，这才出来几天，师兄就突破到金丹了。师兄啊，你知不知道我筑基大圆满到突破金丹花了5年呢？算了，我先为你护法，你可千万要突破成功啊！突破失败，保不齐会引来雷劫的。你是谁？系统，这女子是谁啊？前世记忆没有，系统也给不出提示。这和我长得如此相似的女子到底是谁啊？这是结丹？他在助我结丹？炼气到筑基靠的是累积和丹药，而筑基到金丹靠的是累积和契机。我的契机是这个女修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就不能找个好点儿的地方突破？这个破地方，黄沙满天的，万一来几个散修，那我们不完了。谁？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都追到这里来了，那黑市里又没什么好东西，何至于追到这里？呸！我这嘴还真是开了光了。这3个修士，2个金丹中期，白发的那个居然是金丹后期强者。师兄，我们要完了！
天眼宗的弟子下山，当然不能和那些垃圾散修相提并论。能让你们都盯上，却还是范闲所得的，肯定是宝贝。是你自己交出来，还是我们动手？老大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们一个在突破，一个不过是金丹初期，还不是我们随随便便一根手指就能碾死的存在。没错，他们可是七大宗的弟子啊，身上肯定有无数珍宝。你们既知道我们是天行宗的弟子，那就应该知道，若是对我们动手，天行宗少不了你们。你若想要我们所得的东西，现在就可拿去，不过只是一些天材地宝的位置于途而已。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？天行宗固然可怕，若在其他地方动手，我们还真担心被发现。可这里叫断魂墨，断魂墨有着特殊结界，寻常修士的神识根本无法探到此处。我们暗中几度引导，才让你们来到此处，还真是不容易。动手！这女娃俊俏的很，还是金丹初期的大宗门弟，把她练成炉鼎，老大你定能有所突破。那难修不过是筑基大圆满，不过手上那戒品质不错，肯定带着不少好东西。真以为姑奶奶怕你们？小心！不灭神焰，哼，不愧是天行宗的弟子，连这种宝贝都有。猴子天生就不怕我，我倒要会一会这传说中的不灭神焰。不愧是不灭神焰，太虚传了。金丹初期，居然让我感到如此棘手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不灭神焰焚烧的，光是精血，还有你自己的寿元。就是要看看是你的寿元多，还是我这炼气后期的灵气多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要把我害死了！我正好我正好一起离开呀！师兄，我真不是我，希望能有师兄或长老在附近。这差师兄，这么大的事件就突破成功了，来的不愧是天行宗的弟子，天赋就是高，老子突破金丹足足闭关花了5年。突破成功又如何？不过是一个金丹初期，根基不稳，刚好可以用他的金丹炼气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看到这种天赋高的家伙，老子心里就不舒坦。金丹初期，这小子真是金丹初期吗？为何我感觉有些不对？装神弄鬼！这怎么可能？不过只是炼气初期，怎么能瞬间秒杀炼气中期？不对，有古怪，他手上的折扇有古怪。怪物、妖孽，会死，会不好，会死的！空间法器，一个散修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是直接说，还是我慢慢撬开你的嘴？你们不是散修吧？是哪个宗门派来的？看来你是不打算好好谈。你不过刚刚突破金丹，手上的法宝恐怕已经要耗尽你的灵气了吧？你与我境界相差悬殊，即便动用此等法宝，最多只是困住我罢了。待你油尽灯枯之时，便是你的死期。灵气，我最不缺的便是灵气。既然你不打算说，那我就自己问了。
自己问？怎么？你以为你能像元婴老怪一样会搜魂之法吗？笑话！有再好的法宝，你也注定只是个弱者。你元婴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个金丹初期，怎么会是元婴？抬手便可制造空间秘境，他真是元婴！该死！那下山之时明明只是筑基大圆满实力，怎么可能会在短短几日就接连突破到元婴？难道他是在隐藏实力？搜魂之法，你真的是元婴修士？前辈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前辈饶命。前辈要问什么，晚辈必定知无不言。晚辈可以以天道为誓，绝不会有半点隐瞒。幻术是最消耗灵力，而我刚好有着充沛的灵力，以我现在的幻术，控制住元婴初期修士也不是没可能。更何况他只是个金丹后期修士，若以天道为誓，便不可有虚言。看来他是真的怕了，如此最好，反正我也不会什么搜魂。说。前辈，我只是受人之托，是丹灵宗的2个武道弟子在金陵城鬼市发布了悬赏，要你的命。我真不知道丹灵宗和鬼宗有什么冲突，前辈饶命啊！我若是知道前辈是元婴大佬，怎么可能来自寻死路呢？丹灵宗的武道弟子是陈安安身后的那2个，他们为何会派人发布悬赏令追杀我？除了你们3个，还有谁接了悬赏？没了，鬼市悬赏令只会被接取一次，若失败后才会返回鬼市，其他人才可接取。待晚辈回去，一定告知鬼市撤销悬赏令，绝对不会再给前辈带来麻烦的。你死后鬼市就会知道，所以说你现在能联系鬼市。告诉鬼市，任务完成，灵石挂在你的账上面。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！我回去说也是一样的，求前辈。一斩断，灵石记老子账上。放了你，如何对得起我师妹损失的寿数？所幸有森罗万象法，这金丹后期的修士道行也不够深，最先中招的就是他，没有他出手，那2个金丹中期的修士还真不好解决。林师兄，他们都死了？是附近的长老听到我们的呼救了吗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这里的特殊结界，天行符发挥不了作用，我们先离开此处，免得再遇到其他修士。穿过戈壁就到金陵城。所以是师兄你用幻术把他们……不会吧？这可是2个金丹中期，1个金丹后期。师兄，我没事。方才我给你服下了无根之水和9曲续魂散，你失去的精血和寿元，1个时辰内不要动用灵气，便可痊愈。森罗万象法不光消耗灵气，还损耗神识，灵气充裕而神识不足。如果那修士再警惕一些，发现端倪，幻术很快就会被识破。好在没伤及本源。无根之水和9曲续魂散这种天材地宝，还有5品丹药，师兄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是对你动心了可怎么办啊？不是我对你好，
你不也损失寿元，险些陨落修我吗？我只是还你因果罢了。况且只有傻子才会对修无情道之人动心。若你动心，那我只能斩元获得修为了。喂，师兄，你们修无情道的都这么没趣吗？把这几个人的纳戒收起来，他们以悬赏为生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。师兄，金陵城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啊？明明是凡人城池，居然会有这么多修真者混在人群之中。不必用传言那么小心翼翼。金陵城每5年会在地下举办修真界的拍卖会，而且金陵城管制特殊，凡人见惯了修真者不足为奇，只要不在城中动手，就百无禁忌。还真是这样，他们交易居然都用灵石。像金陵城这种特殊的城池，在修真界只有8处。我们到了。师兄，你怎么带我来青楼啊？哟，面生的小公子来玩啊！我们春风阁的姑娘保证你喜欢。师兄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！这几个女子都是筑基中期修为，原来是贵客，请入席。这2位前辈的实力完全探查不到，都是金丹强者。这也难怪，这次拍卖会的大轴可是绝对的至宝，别说金丹了，保不齐元婴强者都会来凑凑热闹。这地下拍卖会怎么放在春楼底下？是什么特殊癖好吗？春风阁下有一条灵脉，玄神宗的人便以此为据点。方才你看到的都是玄神宗的人维持秩序，此处四通八达，春楼作为掩护，能听到不少凡人界高身份人的谈论，好知晓附近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给本公子来个天字席。这不是极北甄家的公子哥甄幽谦吗？甄家掌握灵脉就是豪横，出手就是5块上品灵石。虽然天地人3字席天字席为首，但也不至于5块上品灵石买席位吧？你懂个屁！能入此席者，不是7大宗弟子，就是大修真家族。甄家有财力，不足为奇。看来我甄家的名号都响彻整个修真界了。你们就在此地慢慢抢夺下等人字席吧，本公子就不奉陪了。师兄，我想揍他！怎么样了？我出马，有什么不放心？这里我门儿清，虽然花了不少灵石，但总算打听到了。小风去哪儿了？我们要快去快回。你二师姐还在山上应付师尊呢，不能让师尊知道我们偷偷下山。小风在这里买了几个至宝的消息，先去了距离最近的金陵城，算算时日，现在已经到了。等我们赶到，金陵城的拍卖会早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得去下一个地点——天雷泽。天雷泽凶险万分，经常出现天才地宝，所以会引来不少散修，甚至邪修。寻常金丹修士都不敢贸然前往。六师弟不过才筑基大圆满修为，这也太冒险了。青龙之4阶妖兽内丹，小风这是要集齐炼器材料，都怪我们平日里对他照拂太少，连师尊都没给他准备炼器材料。大师姐，你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师尊对他不看好，还不是因为他对小师妹，所以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罢了。不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找到小风，别忘了我们的目的。去天雷泽吧。灵儿，天雷泽里有毒瘴雷劫，你如今才筑基修为，若贸然前往肯定不妥。天北城距离宗门不远，我们先把你护送至宗门传送阵上，你且回宗门，如何？此事因我而起，我若不去，如此没诚心，怎能说动六师兄呢？大师姐常教导我，若是只生活在温室之中，必难成才。我要一起去。大师姐，看看六师弟，但凡有灵儿1半懂事，哪会像现在这样？好了，既然决定，那我们就先行一步，在天雷泽等着小风，路上注意一些，优先以保护灵儿为重。
雅阁内有特殊禁制，不必再戴着面具了。师兄，我刚刚听那些修士讨论，这次拍卖会的大轴居然是关于灵根的宝贝哎！要是能洗干净我灵根的杂质就好了。难怪这次拍卖会来的人这么多。不过，能洗净灵根杂质的天材地宝或丹药，闻所未闻，还是别抱太大希望了。即便是有，我们的灵石也未必够。师兄，你说话这么直白，是找不到道理的。你觉得我需要吗？这该死的太上无情道。这次大周的宝贝，连东域第一家族柳家都惊动了。柳家少主柳萧，如今才20余岁，便半只脚踏入金丹了。家里更是有3位元婴老祖坐镇。柳家实力和财力都雄厚，他们来了，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啊？师兄，这3个人你该不会认识吧？说认识也算认识，这3人是丹灵宗的弟子。不会吧？我记得丹灵宗宗规森严，没有长老手谕，严禁私自下山啊，比咱们天行宗可严多了。他们也不缺资源，会千里迢迢来这儿？中间的女修我不认识，但她身旁的2个男修是我在荒云山脉时遇到的丹灵宗丹道弟子的护道5修。还记得追杀我们的3个修士吗？他们就是接了这2个护道5修的任务，特地来追杀咱们。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，丹灵宗还是我们的同盟，他们居然敢这么干，我非要给他们点教训不可。在这儿动手，你是想被玄神宗的人带走吗？师兄，你们在荒云山脉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居然敢追杀同盟宗门弟子，真不怕被问罪啊？身为护道弟子，他们危急时刻抛下丹道弟子临阵逃脱，回去之后免不了重罚。8成是因为此事记恨上了我吧？从那3个金丹修士的纳戒中，一共得到了多少？我去找拍卖会的人计算了，换算下来，应该有100枚上品灵石。这3人得杀了多少人啊，才能积攒出这么多的宝贝？我手中有云师姐所赠灵石，加上先前积攒，合起来也不足200上品灵石，也不知道够不够拿下3木白。这次他们都冲着大轴的宝贝而来，要留着灵石，应该不会太在意3木白。师兄放心了。系统，我展元所积攒的积分是否能全都兑换成灵石啊？当然可以，但兑换灵石性价比极低，请宿主慎重。能兑换便可。3木白的重要性比什么都重要。诸位贵客，小女子名为茯苓，为本次拍卖会的拍卖师。本次拍卖会拍品共计72件。哇，这个拍卖师也太美了吧，穿的还那么少，下面的男修眼睛都直了。媚术而已，不足为奇。这拍卖师也就筑期中期修为，竟能让我也中媚术。他这不是术法，是体质。不过这种体质应该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要不是来到此处做拍卖师，这点修为怕是很快就被人抓去做炉鼎了。开始拍卖了，师兄，你不看看吗？我此行只为3木白。哎呀，这金陵城还真是阔绰啊！第1件拍品就是3品筑基丹啊！不过看品相，比丹灵宗送来的筑基丹差远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与我如此相像？给我的这把折扇又是什么来历？洛神扇。至于我是谁，我不知道。传说中的7大遗失古堡洛神扇，这个和我长相如此相似的女修，到底是何来历？竟有如此至宝？还好7大遗失古堡只是传说，鲜有人知晓其中细节，否则在荒漠之时，我拿出此物，怕是真会引来一些老怪物的关注。一缕残魂已到极限了吗？激动欲真香。哎，师兄，你参加拍卖会都能睡着啊？真是，下1件藏品就是3木白了，怎么喊你都没回应。3
三木白，居然真是三木白，这可是不可多得的至宝，炼气神材，肯定会有不少人出手。得了吧，来这的大多数贵人不都是等着大轴登场？三木白固然好，但只是炼气的一个材料，而且替代品太多，只是占个稀有罢了。不好说，也有喜欢收集至宝的存在，这东西啊，价格肯定低不了。炼气至宝。三木白起拍价500枚中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枚中品灵石哦。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炼气至宝，诸位贵宾不考虑考虑？这种级别的材料，恐怕除了柳家这种大家族给小辈采买之外，估计也没有修士愿意出手了吧？我就说不该定价如此之高。师兄，你不是要三木白吗？这都没人要，快流拍了，还不出手啊？不急，1000枚上品灵石，买来玩玩。弟子65号贵客出价1000枚上品灵石，可还有更高出价。三木白这种只是稀有、显得珍贵的材料，居然也会拿来拍卖，看来玄神宗的人眼光也不怎么样。2000枚中品灵石，买来玩玩。弟子7号贵宾出价2000枚中品灵石，可有人继续竞价？神经病啊，这东西也抢，我不要了。2000枚中品灵石2次，5000枚中品灵石。真是麻烦，刚刚出生，估计是被那2个丹灵宗弟子听到了。虽不知道叫价女修是何来历，但这三木白没那么好得了。你们确定刚刚叫价的人就是救下陈安安的那个天行宗弟子？绝对不会错，他就是天行宗清霄峰弟子林峰。若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被陈师姐误会赶走。怎么，你们还心心念念想着跟你们的陈师姐那个废物有什么好的？不敢，跟着周师姐是我们2人的荣幸。林峰，我管你是什么宗什么峰的弟子，既然你救了陈安安，那就是我的敌人。这三木白，你别想拿到手。5000中品灵石1次，柳家都怕的贵客画画，估计弟子号那位不敢再喊了吧？不愧是贵客，还真有闲情雅致买这种鸡肋东西啊！难道没看出来那3位贵客身上有着小玉葫芦刺绣吗？他们是丹灵宗的弟子，而且还是丹道核心弟子。什么？1万中品灵石？这弟子好的家伙疯了吧？敢和丹灵宗丹道弟子叫板？哪怕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看到柳家对他们如此客气，还看不出来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哼，从小到大，凡是我想要的，就没人敢抢。这个林峰和陈安安一样令人生厌，叫价5万中品灵石。周师姐，我们毕竟不是为了三木白而来，没必要吧？你是说我会输给这个林峰？我不会输给任何人，林峰也好，陈安安也罢，都只能是我的垫脚石，无一例外。我会拿下三木白，同样也会拿下宗主候选之位。5万中品灵石，林峰啊林峰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本来还想悬赏杀了你，现在可好，用不着了。得罪了陈师姐，你的下场惨不忍睹啊！6万中品灵石，周师姐加多少？加什么加？我们的目标不是三木白，没必要浪费。我只不过是想让他多花点灵石罢了。哼，该死！本来想趁着他故意隐藏身份，好进行压制，现在他主动露面，显然是知道了我的心思。清霄真人的弟子不能轻易得罪，就先让他得意一会儿。 6万中品灵石3次，恭喜弟子7号贵宾拍得三木白。哎，师兄，你不是要隐藏身份吗？怎么还刻意关了进去？丹灵宗不敢表面上得罪天行宗，虽然我不想见天行宗之事，但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师兄，既然三木白到手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免得这3个家伙找我们麻烦。不急，下一件就是大招了。啊，师兄，你不是对他不感兴趣吗？难道你是为了我？别这样嘛，我很容易感动的。原本我的确不感兴趣，但既然他主动来找麻烦，哪有不还回去的道理？你觉得我留下来的灵石是用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师兄，我们时间紧迫，没必要和他们置气吧？只是一点小事就满凶杀人，险些害你我丢了性命，这种气都不治，像老鼠一样灰溜溜逃走，你甘心吗？
想必不少道友看到玉珏的那一刻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乾坤阴阳诀，传说中可倒转阴阳、重塑灵根、逆天改命的神宝。这块便是可重塑灵根的阴诀，而传说中可倒转阴阳的阳诀，至今无人知晓其下落。此诀起拍价10万枚中品灵石，也就是100枚上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枚上品灵石。能重复灵根的宝物居然拿来拍卖，别说100枚上品灵石了，就算是1000枚也值啊！你懂个屁呀！这玉诀最多只能给金丹修士重塑灵根，抵达元婴后便不生效了，而且使用还有诸多限制。真以为拿到手你就能用了？咱们做不到，可不代表那些大人物做不到。天字号的那些大人物现在可都盯着这枚玉诀呢。重塑灵根，居然真的有这种宝物！100枚上品灵石起拍，师兄，咱们的灵石不太够啊！我是天灵根，按理来说，此物对我而言毫无用处，但为何它却不断牵动我的识海？这玉诀的功效恐怕没有已知的那么简单。足够了，500枚上品灵石，600枚，800枚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跟我作对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如此顶撞？这些天字号客人都隐藏身份，就等着此物现身，这也无可厚非。没事，小柳家的财力给我们殿后，他们比不了的。2000枚上品灵石。不愧是丹灵宗弟子，2000枚上品灵石都够买下一块小精灵脉了。丹灵宗弟子出手都这么大方的吗？看来是没人敢跟他竞价了。2000枚上品灵石一次，还有竞拍者吗？3000枚上品灵石。林峰，我已放你一马，你居然敢主动挑衅！5000上品灵石。父亲，他这是拿我们当什么？开口就是5000上品灵石。冷静，你想突破？还有我们整个柳家都得靠着丹灵宗弟子的照拂，权且忍让。5100。哎呀，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拢共就200上品灵石，刚拍下3木白，现在去哪儿掏这5100万上品灵石啊？别慌，这东西他今日拿不到。5500、5600、6000、6100。前辈，我们此行没带那么多的灵石，若是再加下去，只怕……你说什么？周小友，我们此行只带了5000枚上品灵石，这已是我柳家的极限。当真不是我们不出力，只是现在着实有些困难。这些丹药每一个都是3阶上品，加上我先前给拍卖会的那些，难道不够？加起来的话，最多只有7000枚上品灵石，已是极限。而且我们柳家出的5000枚上品灵石，也不是白出的。你是在威胁我？岂敢！周小友是未来的宗主候选之一，我们断然不敢得罪，更别提威胁了。只是如此多灵石，我想即便是贵宗知晓此事，也不会让我们柳家白出的吧。我会为你们提供3年的丹药炼制，可足够。有周小友此承诺，自然足够。我可以额外再给你们加3年的丹药炼制，但前提是你们柳家帮我将那与我竞价之人除掉。周小友说笑了，一个明知你是丹灵宗弟子，却还敢如此竞价的存在，来头只怕也不小。我们柳家毕竟只是修真者家族，便不参与你们7大宗的事了。这个老狐狸原本想着利用柳家除掉林峰，想不到他竟如此谨慎。共计10年，无条件为你们柳家提供丹药炼制，且我可再额外给你们2颗5阶丹药，除掉它。6100枚上品灵石一次，6100枚上品灵石2次。这个地字7号客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？6500上品灵石，这些已经是我拿出的所有灵石了。若他还敢加价，那6500枚上品灵石一次，6500枚上品灵石2次，6500枚上品灵石3次。恭喜天字1号客人得此神宝！
林峰，你是故意的！道友有如此财力，我甘拜下风，怎就是故意了？恭喜道友获得如此神宝。你这混账，我饶不了你！道友财力雄厚，已得神宝，我都自愿退出了。道友还如此发难，有些不合适吧？师兄啊，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么损的招啊？想到那个女修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笑得肚子疼。没拍到乾坤阴阳诀，你不觉得可惜？再想遇到这种宝贝，只怕这辈子都未必有此机缘了。嗨，得了吧，就算那女修不加价，咱们也没有那么多零食。更何况，师兄你帮我拍下这宝物，我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喽。放心，你用不着等下次机缘，片刻之后自会有人把宝贝送过来。师兄，你是说那个丹灵宗的女修会把宝贝送给咱们？是谁给你下的幻术啊？道友跟了一路，就等着我们出城。既如此，何不现身？师兄，这不是柳家的人吗？那丹灵宗女修想杀人灭口，他敢？柳家好歹是名望极高的大家族，帮别人做如此龌龊的勾当，当真甘心？明知得罪了丹灵宗的人，却如此面不改色，小友不妨报上身份。金丹大圆满，其他4人也是金丹后期。这师兄虽能一人抵金丹中期，但那3个散修杀手和眼前5人完全不同。柳家是有底蕴的，身为大家族，实力仅次于7大宗门呀！哎呦，完了！哪怕亮出身份，你们也不会收手，那就不必了。若你们当真有本事杀了我2人，大可自己慢慢探寻。不过2个金丹初期，敢口出狂言，好一个狂妄的后生！金丹大圆满，你分明只是金丹初期，即便压制修为，也不可能瞒得过我的眼睛。这怎么可能？师兄这是又用了幻术？不对，我感受过师兄的幻术，这感觉完全不同啊！难道说师兄从荒漠到金陵城这短短的10几天时间，一跃到了金丹大圆满？应该是短时间内强行提升实力的秘法罢了，不必惊慌。他刚拍下3目白，便说明连本命法器都没炼制，小把戏而已。你们不是说林峰在荒云山脉时不过才筑基修为吗？现在怎么突然就金丹大圆满了？就算是妖孽，也不可能提升如此之快。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不过，就算他是金丹大圆满，又当如何？柳家家主带着柳家4大长老，遇到元婴初期的老魔尚能一战，林峰他们必死无疑。快跑！跑什么？林峰杀了柳家家主他们，现在正往我们的方向赶来。周师姐，快跑啊！别杀我！我父亲和母亲都是丹灵宗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！ 2个原因而已。你觉得等他们知道你的死讯，准备来寻仇时，我会是什么境界？怪物！林师兄，这身形千里符也太好用了，不过1日时间，我们就抵达了天雷泽。照这么下去，都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可就能收集完所有的东西了，准备炼制法器了。乾坤阴阳诀的功效试过了吗？现在感觉如何？相当有用，我感觉灵根内的杂质感彻底消失了，杂乱的灵根变成了纯正的火灵根。说起来还要多谢师兄，若不是师兄出手，周圆圆又怎么可能把这种宝贝拱手相让呢？还给出了2枚神形千里符，这些放在黑市上，那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。只不过我们杀了周圆圆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周圆圆的父母可是丹灵宗的长老，若不赶尽杀绝，只会徒增祸患。他若回了丹灵宗，我们要面对的可就不光是2个长老了。话说师兄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才刚刚突破金丹不久，居然就达到大圆满境界了，这修炼速度，放眼整个修真界，那也是前所未闻啊！我还是低估了万灵秘境的可怕。赶路的这段时间，我仅去过1次万灵秘境，加上他被动给我灌输灵气，居然将我的实力
硬生生提到了金丹大圆满，而且这灵气的夯实程度比刻苦修炼累积的还要夸张。若万灵秘境被他人得知，只怕会引来不小的祸端。有人，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哼，你知道我们等了你多久吗？你好了，二师妹，别忘了我们来的目的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在山上缠着林师兄不放，现在怎么还阴魂不散啊？这是我们清霄峰的事，和你这外人有何关联？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为何缠着我六师弟不放？六师弟，你金丹大圆满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才下山不久。走。为了一个刚刚结识的外人，就对你师姐动手，怪不得师尊说你是个孽障。果然如此，我们就不该来寻你。师姐，万行，灵儿，我们走。虽然花了10几天，但总算是找到青龙之了。还有4阶妖兽内丹也到手了。师兄，接下来我们就去周不渡找到凡修草，你的本命法器就成了。这情况，师兄，你不会要听错了吧？玄天龟甲能抵御雷劫的顶级法宝，师兄，你从哪里懂的？离开越远越好。师兄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妖孽呀？用共1个月的时间，就从金丹接连突破，现在马上就要元婴了。我还以为这1个月，我靠着乾坤阴阳诀突破到金丹后期已经很强了。唉，你这也太夸张了。丝毫喘息，是万灵导致雷水，天雷劫的听说突破元婴的修士实力越强，天雷就越强，但是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师兄，你的资质到底有多逆天啊？对了，林峰在哪儿？啊，糟了！看他们的穿着是丹灵宗的人，而且还是元婴修士，他们是周圆圆的父母，怎么会来的这么快？两位前辈，看你们的穿着，应当是丹灵宗的前辈吧？我们天行宗与丹灵宗素来交好，你们这是……不行，我得给师兄拖延时间。李师兄啊，李师兄，你怎么每次突破都会来这么大的麻烦啊？哼，想拖延时间？根据圆圆传来的消息来看，前辈且慢，二位前辈，晚辈是天行宗清霄峰大弟子江如韵，不知灵师弟与江师妹两人如何得罪了贵宗，或许是出了什么误会，我们毕竟是同门宗。清霄真人的玉诀，你们天行宗还真是一群道貌岸然之徒。清霄真人这是要包庇罪徒，更想让我们饶了杀害我们女儿的凶手吗？杀害？绝无这种可能。灵师弟素来与世无争，这肯定是误会。还请二位前辈冷静，我即刻禀明师尊，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，给二位前辈一个交代。好，很好。当谁宗门中没有化神修士？今日说不把林峰交出来，天行宗不死不休。还请二位前辈稍等，我即刻前去禀明师尊。以师尊的脚力来到此处不会多久，他一定会给二位一个交代。清霄真人毕竟是化神第一人，此事已经不单单是我们的家事，可能还会关联到2个宗门，不可硬来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解释的机会，你即可联系你师尊，我只给你们3日，3日内若清霄真人未至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陈渊死的凄惨，身死道消，绝无回魂再造的可能。难道我们真要在此处等3日，不杀了林峰，难解我心头之恨？先杀了这个混账！待清霄真人来了，是他弟子先犯的错，他也说不出什么。其他6大宗门都要与我丹灵宗交好，他是化神第一人又如何？为了天行宗，他也不敢对我们做什么。特殊血脉，天行宗还真是藏龙卧虎吧？你觉得一个金丹可拦住我们2个元婴巅峰？这凤凰血脉是被乾坤阴阳诀激发的特殊血脉吧？此物本来该是我们圆圆的，你与林峰都该死！
两位前辈，只说你们的女儿生死道消，为何不说说她在外有多嚣张跋扈？不过只是一面之缘，她便买凶杀人，这便是你们教的处世之道。你们算是什么蝼蚁？挡了圆圆的路，死便死了。你们错就错在不该还手，更不该杀了他。我要将你们2人的尸骸搜尽，让你们感受修士最痛苦的死法，以告慰圆圆在天之灵。林师兄，元婴，你结婴了！我们赶来不过短短半月时日，你便突破金丹结婴了。方才那天地以下不是天才地宝出世，是你在突破。元婴又当如何？元婴之间亦有差距，他不过是与我们匹敌。鬼域之法，你们身为丹灵宗的长老，居然用这种邪修手段，难怪2名丹修能成为丹灵宗最年轻的元婴巅峰者。原来本质上是邪修，若是让丹灵宗的宗主知晓，会当如何？他怎会知晓鬼域之法？何的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一个死人怎会开口？这小子手上的法器有古怪，明明只是元婴初期，为何用起灵气如此浩瀚，根本没有力竭之象。难怪能斩杀柳家那几个废物，看来他的确有些手段。天资如此卓越，只可惜得罪错人。鬼域之法的隐身之术，幻杀吸干修士的灵气，令修士灵气枯竭而死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有多少灵气。这怎么可能？只要是修士，灵气都会有限，你怎么会？就像是在对着大海狂饮一般，这小子不对劲。若你们有其他法子，我或许还会苦战片刻，但偏偏用了对我最不孝的手段。你敢杀我们，你师尊可马上就要来了。倘若他看到你杀了丹灵宗的2个长老，势必不会放过你。我们抵不过，但他可是化神，还是化神第1人。谁不知道你只不过是青霄真人的一个弃徒？他纵使知道我们会鬼域之法，也肯定不敢得罪丹灵宗。宗门利益和一个弃徒，他会如何取舍？你心中应当已有定数。师兄，你赢了，他们可是2个元婴巅峰。先将他们的纳戒收好，接下来才是大问。他们2人是邪修，师兄，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才是。丹灵宗肯定不会庇护这2人的。丹灵宗不会管，但有比整个丹灵宗都要麻烦的存在。灵气消耗的太多，虽然能被万门秘境补充，但识海的消耗还是不会变。现在已经到了枯竭的时候，若这时再交战，必死无疑。林师兄，你该不会是在担心青霄真人吧？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前师尊，就算退一万步讲，他也是天行宗的长老。你杀了2个邪修，他不该对你出手才是。你不了解他，他的眼中没有对错，只有忤逆。他认定别人忤逆自己，便会出手。前世青霄真人出手将我击杀时，只是因为我对他的话进行了反驳，据理力争。这里是天雷泽外围，我们不是已经离开很久了吗？怎么会？孽徒，你犯下如此滔天罪过，还想逃窜？等等，青霄真人，等一等，林师兄这是被逼无奈才出手，而且这2个虽然名义上是丹灵宗的长老，但是却是邪修。你是化神强者，完全可以自己分辨，这2人用的都是邪修功法。哎，所以他说话，你跟内门弟子插什么嘴？青霄真人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啊！不问青红皂白就直接大打出手，根本没有一点身为化神强者的尊严，倒更像是一个暴怒的疯婆子。孽障，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还敢忤逆于我？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清理门户，将你杀了？你当然敢，而且你又不是没做过，将自己弟子万箭穿心的滋味，你很享受吧？青霄真人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刻意隐瞒自己。你将记忆封印，便以为自己能懂得心魔，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子，结果发现真相根本不像是自己所想的那样，所以将自己都骗过去了。事到如今，还在此处胡搅蛮缠，本尊的耐心已经彻底耗尽了。今日你要么跟我一起去丹灵宗负荆请罪，要么
即刻将你斩杀在此。师弟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先别激怒师尊了，把事情解释一下，师尊一定会酌情处理的。看来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按理来说，这世界本不该出现重生这种事。如果发生，那极有可能是有人动用了大型的阵法，从而扭转世界。青霄真人是化神之下第一人，只有他才有这种能力，但他并不知晓这重生的真相，还有系统的出现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哼，现在已经不光要言语忤逆，还妄想对本尊动手。不过短短10日，便从筑基飞跃至元婴，便觉得自己有些能力，与本尊动手了。青霄真人，你为何要罔顾事实？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，我们分明只是自保。师兄被2个元婴巅峰追杀之时，你不出手，现在却要以化神镇压元婴，向弟子问罪。宗内既说你最爱护自己弟子，为何到了林师兄这里就不一样了？哼，聒噪！修太上无情道，却未斩断情缘。他与你不过相识几日，便影响了你的道心。天资再高，又当如何？你终究只不过只是个孽障。系统将万灵秘境的限制打开，动用整个万灵秘境的灵气，或许可以。我说你为何敢与本尊叫嚣？原来体内还藏着如此邪祟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洛神扇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却未想到真相竟是如此，不过只是一场泡影。你不过只是本尊突破炼虚之时产生的一缕杂念，一个无用的身外化身魔障罢了。只是为何洛神扇选择了你，赤霄也选择了你，才是本题。不过只是身外化身，残孽，一无是处的心魔，跟随在你身旁，早就该被奇幻境吞灭才对。经过找回记忆，踏出秘境，获得了化神修为，又得赤霄洛神扇的力量，又当如何？心魔终将只是心魔，你的存在只是助本尊突破。你明明只不过只是幻想捏造，为何？恭喜师兄，境界达到了反虚，太上无情道也终于炼制大成了。唉，只是没想到这太上无情道的大成之路竟如此坎坷。幻境里的一切你都看到了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赤霄的脾气怎么还是这么暴啊？明明为了陪你渡劫，化作江雨烟陪在你身边，随你历练，结果被你的心魔震碎，剑灵都陷入沉睡了，还不愿让我碰啊！太上无情道，若炼制大成，需1斩7情6欲，2斩天地杂念，3斩自我。只是没想到你的心魔也太过强大了，在幻境中压制住你的记忆与修为，把你玩弄在股掌之中，还打算将你的本我定义为心魔，打算彻底吞噬你，占据本我。说无其他事就回去吧。不愧是修太上无情道的师兄，你都明明在幻境中重新感受过7情6欲了，居然还如此淡漠。唉，你难道就不想想，要不是那个所谓的系统在引导你，将本属于你的术法和万灵秘境方寸间送给你，你能打败心魔吗？你做的？是啊，人家为了帮你，差点都把自己搭进去了呢。你那心魔太过强大，居然在最后关头把我的神识给震碎了。你看我这化神巅峰的修为，现在都快跌到化神初期了，我容易吗？那你不妨说说，为何你在我的无情幻境中，会是一个吞噬他人修为，也拥有系统的存在？你这无情道化的幻境，我哪里会知道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师兄，既已突破反虚，
也该出关了。整个修真界可是有不少人都盯着你呢，再不出去，只怕外面要乱成一锅粥了。是啊，师兄，为何我在你的幻境中会是个吞噬他人修为，也拥有系统的存在呢？不，你不该发现才对。修无情道之人，身边怎会留有一个所谓的师妹？我的身边唯有一扇一剑而已。